在这个3天饿9顿的60年代，为了让全家人不被饿死，我冒着生命危险上山捕获了一头野猪，但我却不敢把猎物带回家，只因家里有个偏心奶奶，有啥好吃的都会抢过去分给2叔3叔家。为了尽快吃上猪肉，我当即叫上村长，抬着我爸找到了偏心奶奶分家。妈，我们一家要分家单过。王建山，你一个废了的人，有什么资格要分家？奶奶，我们的态度很坚决，我们家必须要分家。村长看到我这样坚决，心里也替我们一家开心。王建山自从病了后，这一家人就让他奶给拿捏了好几年了。既然是王老大要分家，我这个村长也要主持公道的。话音刚落，奶奶竟直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哎呦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我辛辛苦苦拉扯大3个儿子，没想上一天福，现在倒好，大的这个要分家，是要把我这把老骨头往死路上逼啊！大哥，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妈把我们养大多不容易，你现在腿脚不方便，就更应该在妈跟前尽孝，怎么能提分家这种话？就是啊，大哥，你这不是戳妈的心窝子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奶奶、2叔、3叔，你们不用演了，今天这个家我们分定了。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没大没小的东西，都是你那个丧门星妈教出来的。自从他进了我们王家的门，我们家就没顺过。说着，他伸手就要来抓我妈的头发，我直接挡在了我妈的身前。奶奶，有话说话，别动手。反了天了，你个小白眼狼还敢拦着我！王建山，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现在就敢对我这个奶奶动手，以后还不得把我活埋了？老嫂子，有话好好说，别骂孩子。村长，你看见了，不是我不讲理，是他们这房要逼死我。好啊，要分家是吧？行，你们这房必须净身出户。此话一出，我爸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我妈更是摇摇欲坠。净身出户意味着我们家不仅分不到1粒粮食，1分钱，连现在住的这间漏雨的泥坯房都得让出来。妈，你这也太……闭嘴！你还有脸叫我妈？当初为了给你治条腿，家里借了多少钱，欠了多少人情，现在你倒好，翅膀硬了就要单飞了。就是大哥治腿那会儿可是借了50块的巨款呢，这笔账可不能不算啊。50块，我爸的腿是在公社采石场受的伤，公社明明给了80块的抚恤金，全被奶奶拿走了。他不仅1分钱没给我爸治腿，还把钱全拿去给2叔3叔盖了新房，现在他反倒倒打一耙。眼看我们一家被吓倒，奶奶笑得更深了。分家可以，第一，你们净身出户，这老宅子里的东西一针一线都别想带走。第二，治腿的50块钱你们这房得还，什么时候还清了，什么时候才算跟王家没关系。第三，说着他将目光看向了我身后的妹妹身上。你那个妹妹养着也是个赔钱货，正好隔壁村的张瘸子想买个童养媳，出价30斤粗粮，你们把它卖了，换来的粮食也算你们还债了。妈，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小草也是你的亲孙女啊。亲孙女，赔钱的丫头片子算什么亲孙女？能换30斤粮食那是她的福气。奶奶，你再说一遍。我说卖了她给你们这房还债，你个小兔崽子还想打我不成？闻言，我直接从厨房里拿出一把柴刀，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向奶奶。潇洒，不要！2叔3叔也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王潇洒，你干什么？快把刀放下！你想干什么？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我可是你亲奶奶！我走到他面前，用柴刀劈向了旁边那张破旧的8仙桌上。今天这个家我分定了，房子、粮食和钱我们一概不要，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妹，我今天必须带走。谁要是敢拦，这张桌子就是他的下场。王潇洒，你先把刀放下，有话好好说。村长，今天这事很简单，我们一家4口离开王家，从此再无瓜葛。他们要是同意，我现在就走；要是不同意，分，现在就分。我老婆子倒了8辈子血霉，养出你们这一窝白眼狼，滚，都给我滚！妈，大哥他们，你闭嘴，让他们滚，滚得越远越好。我老婆子就当没生过这个儿子。老嫂子，既然你同意，那这事就好办了。老大，一家分出去，以后就各过各的，互不干涉。建山，你也是这个意思吧？分。好，那我就做个见证，从今天起，王建山一家正式分家，以后这家里的事就跟你们没关系了。等等，想走可以，把你们身上的衣服都给我脱下来，那都是用王家的布做的，还有你们住的那间破屋也是王家的，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奶奶，你别太过分。我过分？你个小畜生拿着刀都要砍我了，我还不能要回我自己的东西？他说着就要伸手去撕我妈的衣服，见状我直接举起了手里的柴刀，奶奶顿时僵住了。老嫂子，算了，衣服就让他们穿着吧，大冬天的，真出了人命，你脸上也不好看。建山、潇洒，你们今天就从这个家搬出去，以后好好过日子。行，今天我就给村长一个面子，不过那屋里的东西你们一样都不准带走，特别是那床破被子，那棉花还是我当年陪嫁过来的。好，我们什么都不要。爸，我们走。说完，我便带着一家4口离开了王家大院。一帮丧门星走了正好，省得脏了我家的地。就是看他们没了王家怎么活下去，不出3天就得饿死在外头。
潇洒，我们现在去哪儿啊？天马上就要黑了。我爸也茫然地看着四周。就在这时，村长跟了出来。剑山村委那个牛棚旁边的破草屋，以前是村里看牛的老张头住的。他走了以后就一直空着。你们要是不嫌弃，就先去那对付一晚吧。谢谢村长，谢谢村长。村长摆了摆手，又从兜里掏出2个窝窝头递给了我，拿着，给孩子垫垫肚子。村长，谢谢你，今天的事我记下了。随后我们一家人便来到了村委的破草屋里。到了夜晚，气温越来越低，妹妹此时已经被冻得说不出话。不行，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被冻死在这里。潇洒，你去哪儿？我去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那头野猪就是我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我按照记忆找到藏野猪的那处山坳，然后用麻绳捆住野猪后腿，朝着山下拖去。就在这时，二叔家的小儿子王小虎半夜起来解手，正巧看到了我拖野猪的场景，于是便急忙跑回家，撞开了奶奶的房门。奶奶，奶奶，大半夜的，鬼叫什么？奶奶，我看到王潇洒了，他拖着一头大野猪，就在村口。你说什么？野猪？真的，好大一头！闻言，奶奶直接冲进了院子里。王建国、王建军，都给我起来！妈，怎么了？出大事了！王潇洒那小兔崽子弄到了一头野猪，快跟我去抢回来，那是我们王家的。真的，我们这就去。与此同时，我已经把野猪拖到了牛棚门口。张春兰和王建山听到动静后也探出了头。潇洒，这是什么？野猪。这时奶奶也带着二叔三叔一家冲了过来。哈，你个小兔崽子，果然偷藏了野猪，还说净身出户。这头野猪是从哪里来的？分明是王家的。这野猪是我打的，不是王家的。放屁！你身上流着王家的血，用的是王家的地，你打的野猪就是王家的野猪。就是王潇洒，你把野猪藏起来是想独吞吧？没门！大哥，你别糊涂啊！这野猪一看就是好东西，咱们一家人分了吃多好。就是啊，大哥，你现在腿脚不便，潇洒打到野猪也是给家里添光彩，别让外人看了笑话。分家的时候你们说一针一线都不能带走，现在这野猪倒说是王家的了。那是你爸妈不争气，你偷藏野猪就是不对。今天这野猪必须留下，给我抢过来！王建国和王建军举着棍棒就朝着野猪扑了过去。见状，我直接抄起地上的柴刀拦住了他们。谁敢碰一下试试？反了天了！王建山，你儿子要杀人了，你管不管？奶奶，我们已经分家了，这野猪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打来的，跟你们王家没有半分钱关系，请你们离开。你把我们王家的东西带走了，还想让我们离开？这野猪就是我们王家的，你等着，我这就去叫村长。说着，他转身就往村里跑。来人啊！王潇洒要杀人抢东西了，王家要出人命了。很快，村长和一些村民就跑了过来。老嫂子，大半夜的又怎么了？村长，你来了正好，你看看这个白眼狼，他把我们王家的野猪给偷走了，现在还拿着刀要杀人灭口。野猪？村长，这野猪是我冒生命危险在山上打的，我藏起来是因为我知道拿回家也会被他们抢走。你打的？你一个废物，怎么可能？你分明是偷的。奶奶，我上山打猎还要跟谁汇报吗？老嫂子，既然分家了，建山他们的房就跟你们没关系了。潇洒打的野猪，按理说确实是他自己的。什么叫没关系？他是我孙子，他打的野猪就是王家的。村长，你是不是收了他们的好处，帮他们说话？老嫂子，说话要有分寸，我只是按规矩办事。按什么规矩？就没有这样的规矩。村长，这野猪的，我们王家这么多人，怎么也得分一部分给我们。潇洒，这事你看怎么办？今天这野猪谁要是敢动一下，我就跟他拼命。潇洒，你先把刀放下，有话好好说。村长，如果他们非要这野猪，那我就把命留在这里。这野猪你们也别想吃。老嫂子，你看这事。行，你们一家都是白眼狼，这野猪你们要拿走就拿走，最好噎死你们！滚，都给我滚！说着，他便带着二叔三叔一家转身离开了。潇洒，妈，小草，我们回家。进屋后，我用柴刀开始处理猪肉，母亲也在一旁帮忙烧水。很快，一锅猪肉就煮好了。爸，你先吃。王建山眼含泪水地看着手里的肉，然后递到了小草嘴边。哥，好香！慢慢吃，这样的日子以后每天都会有的。第二天一早，我把剩下的猪肉和野猪皮收拾好后，便准备出门。潇洒，你这是要去哪儿？妈，我去县里一趟，把肉换成钱和票。县里太远了，而且不安全。爸，你放心，我有分寸。说完，我便扛起麻袋朝着县城走去。野猪肉不能直接摆出来卖，这东西在黑市才好出手。到了县城，我来到了一条偏僻的巷子里。干什么的？有货要吗？进来吧。什么货？我解开麻袋，露出里面的猪肉和一张完整的猪皮。野猪，不错，说吧，想换什么？钱、粮票、布票。50块钱，20斤粮票，不能再多了。国营商店的猪肉都要7、8毛一斤，
而且还得要肉票，黑市的肉价只会更高，这野猪肉更是稀罕物。他开这个价简直是把我当傻子。老板，这可是正经的野猪肉，你这个价钱是打发要饭的吗？你这小子怎么说话呢？我告诉你，整个黑市就我收，你爱卖不卖？说着，他旁边的2个壮汉就围了上来。就在这时，一个沉稳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张老板，大半夜的，火气这么大了？哎呦，是李老板啊，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李怀安没理他，目光直接落在了我脚下的猪肉上。好东西，小兄弟，这又怎么卖？李老板，这小子不懂事，下要价。您要是喜欢，我做主，80块您拿走。张老板，我好像没说卖给你吧？说着，我又看向了李怀安。猪肉2块5一斤，猪皮给你算2块，另外我要50斤全国粮票，20尺布票，这肉和皮子就都是你的。你这小同志有点意思，好，我全要了。小同志，以后有好东西可以直接来国营饭店找我，我姓李，李怀恩。我记下了，谢谢李老板。从黑市出来后，我先去了供销社，买了20斤白面、10斤大米，还扯了足够做2床被子的棉花和布，然后便揣着剩下的钱来到了县城唯一的一家中药铺里。老先生，我想问问治腿的草药。治腿什么毛病？我父亲的腿是旧伤，伤了筋骨，一直没好利索。伤筋动骨100天，这得慢慢调养。你把症状说仔细些。我把父亲腿伤的症状详细说了一遍。听你描述是气血瘀滞，筋骨受损，需要活血化瘀，舒筋活络。我给你开几味药，先吃着看。这些药材有的药铺有，有些得自己上山采。不过这其中有几味药材，寻常药铺非常难寻。老先生，您这里有吗？我这里也没有现成的，这几味药都是稀罕物。不过城郊的老李头那里或许能找到，他是个采药人。好，谢谢老先生。出来后，我先回了一趟村子，可刚到门口，正好看到王建国带着林翠花和王建军堵在门口。开门！王建山，你个缩头乌龟，躲在里面算什么男人？大哥大嫂，别给脸不要脸！昨天那投猪见者有份，你们一家吃独食也不怕遭天谴。就是大哥，你现在是能耐了啊！昨天分家，今天就不认我们这些兄弟了。我们已经分家了，那肉是我们潇洒拿命换来的，跟你们没关系。什么拿命换来的？他一个小兔崽子能有什么本事？我看那野猪就是你们偷的，偷了我们王家的东西，就该分我们一半。我们没有偷，你们快走，快走啊！老子今天还就不走了，不给肉，我们今天就拆了你这破屋。说着，他抬脚就要踹那扇木门，我爸急忙想上前去拦，却被王建军一把推倒在地。剑山，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我当是谁？原来是小兔崽子回来了，正好省得我们再去找你。快把肉交出来！我没有理他，目光死死地盯着地上的父亲。是你推的我爸？是又怎么样？他自己站不稳，关我屁事！王潇洒，我警告你，别想用你那套吓唬人。今天不分我们一半肉。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就一脚狠狠地踹在了他的膝盖上。啊！我的腿断了！我再问一遍，刚才是不是你推的我爸？不是我，是他自己摔倒的。潇洒，我是你三叔啊！看来你记性不好。是我推的，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大哥大嫂救命啊！他惊恐地朝着我爸妈的方向爬过去，而这边的动静很快就引来了村里人的围观。那不是王建山家的潇洒吗？怎么打起来了？好像是为了昨天那头野猪肉。这孩子下手也太狠了，那可是他亲叔叔啊！王潇洒，你住手！你在干什么？村长，这事你别管。村长，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这个小畜生他要杀了我们啊！你看建军的腿都让他给打断了。潇洒，你太冲动了，快把你叔叔扶起来！扶起来？是他们先把我爸推倒在地的。原来是老二、老三他们先动的手啊！我就说嘛，潇洒这孩子平时挺老实的。你胡说，我们就是来跟大哥商量分肉的事儿，谁知道你这个小畜生回来就动手打人？有你们这么商量的吗？我再说一遍，我们已经分家了。说着，我拎起地上的麻袋，解开了绳子。白面、大米，你从哪头来的？村长看到这些东西也有些惊讶。潇洒，你这些东西是哪来的？我昨天去县城把野猪肉和皮卖了，换的这些，这是供销社买的票据。老嫂子，林翠花，你们也看到了，潇洒这孩子说的都是真的，这些东西都是他凭本事挣来的，跟你们王家已经没关系了。这时奶奶也从人群后挤了过来。村长，你可不能偏袒他们，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王家的。老嫂子，昨天分家的时候，你可是说了净身出户，现在潇洒自己去打的野猪，换来的东西怎么又成你们王家的了？他是我孙子，他身上流着我们王家的血，他挣的东西就是我们王家的。妈，你太过分了，我们已经跟你们分家了，潇洒挣的钱跟你们没关系。王建山，你个不孝子，你看看你生的好儿子，把老三的腿都打断了。哎呦，我的腿啊！妈，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村长，你看看王潇洒，他就是个杀人犯，他这是要谋财害命啊！都别吵了，老嫂子，你们先把你家老三扶起来，这事咱们慢慢说。潇洒，这事我来处理。村长，这事很简单，他们要肉我可以给，但是他们得付出代价。什么代价？你个小兔崽子还想讹诈我们不成？我爸的腿伤，当初公社给了80块抚恤金，全被你拿走了。现在我爸的腿需要治，你们要是想要肉，就把那80块钱还给我们。你胡说，什么80块钱？哪来的80块钱？这事村里人都知道，只是你们以为没人敢提罢了。原来当初公社给了抚恤金啊！我说呢，采石场出事，怎么可能不给钱？80块钱，那可是一大笔钱啊！你个小兔崽子，你血口喷人！老嫂子，当初剑山在采石场受伤，公社确实给了抚恤金，这是我记得。村长，你这是要帮着这群人欺负我这个老婆子吗？老嫂子，我只是说句公道话，这钱当初确实是给了。妈，你当初真的把那80块钱给拿走了？我拿走怎么了？我是你妈，这钱就是王家的，我拿来给建国建军盖房子，那是为了王家的香火。为了王家的香火，你拿我爸的抚恤金给2叔3叔盖房子，却让我爸的腿一直拖着，眼睁睁看着他变成废人，这就是你所谓的为了王家的香火。今天这80块钱你们必须还。你个天杀的，你这是要我的老命啊！我哪有钱？我1分钱都没有。就是那钱早就用来盖房子了，现在我们1分钱都没有。没钱？那简单，你们用我爸的钱盖的房子，正好分我们一间。那怎么行？房子是我的。王潇洒，你别欺人太甚，那房子是我们的。你们心安理得的住着用我爸救命钱盖的房子，现在我爸要治腿，你们就1分钱都拿不出来了。这话说的在理，那钱本来就是老大家的。就是拿了人家的救命钱盖房子，现在连看病钱都不给，太不是东西了。听着周围的议论，奶奶竟直接在地上撒泼打滚起来。我不活了，我没法活了，孙子要逼死亲奶奶了啊！老嫂子，你这是干什么？你们都看到了，这个小畜生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啊！今天我就死在这里，看他怎么办。妈，你不能死啊！你死了我们可怎么办啊？潇洒，要不算了吧？我没看地上撒泼的几人，只是静静地看着村长。村长，今天这事必须有个了断。他们说没钱可以，那就立个字据，欠我们80块钱，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还。这倒是个好办法。老嫂子，你们既然现在拿不出钱，那就打个欠条，我做个见证人，这样对谁都好。不行，不能写，凭什么写？不写也行，那你们就把东边那间新房腾出来，我们搬进去住。王潇洒，你做梦！那就写欠条，2条路，你们自己选。老嫂子，你要是不写，这事传出去，你们王家的名声可就全毁了。以后建国和建军家的孩子在村里怎么做人？我写。很快一张简单的欠条就写好了。村长，多谢了。行了，都散了吧，大冷天的。你个白眼狼，你给我等着，早晚有一天遭雷劈。说完，他就带着一家人灰溜溜的走了。潇洒，爸没用。爸，有我在，这个家垮不了，我们回家。潇洒，这些东西真是你换来的？对，妈，你放心，以后我们顿顿都能吃上白面馒头。说着，我又看向了一旁的父亲。爸，你别灰心，我打听过了，县城药铺的老中医说你的腿能治，他还给我指了条路，说城郊有个采药人叫老李头，他那里可能有治腿的稀罕药材。真的能治？一定能。至于钱的事，你也不用担心，这80块钱我迟早会让他们吐出来。当务之急是先去找到那个老李头，把药弄到手。第二天，我吃完早饭后就按照地址找到了老李头。请问是李大爷吗？有事说事，没事滚蛋。老先生，我是来求药的。求药去县里药铺，我这里没有。县里老中医说有几味药只有您这里才有。说着，我把那张药方递了过去。赤血藤、断续草，还有千年乌。小子，你这药方是治死人的吧？老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几味药药性霸道，是能活血舒筋，但用量和配伍差一点就能变成剧毒。给你开药方的是谁？想害死你爹吗？老先生，您的意思是这腿就没得治了？药方本身没问题，是药材难寻，尤其是千年乌，药性猛烈，寻常人根本采不到。就算采到，没有我亲自配药，你爹也承受不住。老先生，求您了，只要能治好我爹的腿，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小子倒是有股子狠劲，想治好你爹的腿也不是没有办法，不过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您说，城东30里有一处断魂崖，崖壁上每10年才长出一株龙血草，这草能活死人肉白骨，是千年乌最好的药引。采来它，我便给你爹配药。龙血草？对，断魂崖凶险异常，常有野兽出没，一般人根本近不了身。你如果能采到，你爹的腿就有救。老先生，我这就去。年轻人别逞强，命只有一条。放心吧。
来到了断魂崖边，我直接将绳子绑在身上，然后绕着崖壁寻找。很快在崖壁中段就看到了几株血红色的植物，那就是龙血草。我小心翼翼地将它取下放在怀里，然后开始沿着绳子向上攀爬。可当我刚爬到崖顶时，一头黑熊突然出现，并朝我冲了过来。我连忙侧身躲过，然后趁它没反应过来时，直接用柴刀狠狠刺向它的腹部。黑熊抽搐了几下，很快便倒在地上没了动静。运气真好，这黑熊皮毛厚实，肉质肥美，李怀安应该会要。想着我拖着黑熊就赶往了县城的国营饭店。谁呀？李老板，是我，王潇洒。小同志，这么早找我有事吗？说着，他的目光落到了那头黑熊上。这是黑熊，刚从山里弄来的。好家伙，这么大一头黑熊，你是怎么弄到的？运气好，碰上了。这可不是运气好就能碰上的，你小子有点本事，说吧，想怎么卖？黑熊肉1块8一斤，熊皮30块，另外我还需要10斤全国粮票，10尺棉布。你这价格可不低，野味难得，黑熊更是少见，这肉和皮值这个价。行，我全要了，一共350块，外加10斤全国粮票，10尺棉布，你点点。不用，我信得过李老板。小同志，你这身手不简单啊，以后有货直接来找我。好。走出饭店，我先去供销社买了些油盐酱醋，又扯了几尺粗布，然后才找到了老李头。李大爷，我把龙血草采回来了。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那我爹的腿有救了吗？这样吧，你先把你爹带过来，我看看他的情况，再决定如何配药。好，我这就回去带我爹过来。回到草屋，张春兰看到我后直接迎了上来。潇洒，你可算回来了，急死我了。妈，我没事。爸，老李头说需要亲自看看你的情况才能配药，我现在就带你去老李头那里。真的，我的腿真的能治好？一定能。爸，你别担心，有我在。潇洒，你一个人行吗？要不要我跟着？妈，你和妹妹在家等我，我带爸去就行。说完，我便扶着父亲朝着老李头的院子走去。潇洒，你为了这个家受苦了。爸，说什么呢？我们是一家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很快，我们便来到了老李头的院子。老李头看到王剑山，二话不说就开始仔细诊脉。气血瘀滞，筋骨受损，救伤时间太长，有些麻烦。李大爷，我爸的腿还有救吗？有救是肯定有救的，就是需要时间。这药方我会给你爹配，但是服用期间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药性猛烈，头几次服用可能会有剧痛，一定要忍住。第二，服用期间不能劳累，需要卧床静养。第三，每隔3天你带你爹过来一次，我需要观察他的情况，调整药量。好，李大爷，我们都听您的。潇洒，这要钱。爸，钱的事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解决了。我将今天卖黑熊得来的钱和票都拿了出来，这些钱和票都是我今天卖黑熊得来的。这么多钱，潇洒，你……爸，你安心治病，以后我们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这时老李头也从屋里拿出了几包药材，这是第一副药，回去煎服，记住一定要用砂锅，小火慢熬。谢谢李大爷。拿到药材后，我扶着父亲重新回到了草屋。怎么样，老李头怎么说？妈，老李头说爸的腿能治好，这是第一副药。太好了，太好了，爸的腿有希望了，家里的生活也有了保障。但是这还不够，我要让爸妈和妹妹过上最好的日子。晚上父亲喝完药后，脸色变得有些苍白。潇洒，这药劲真大。爸，你忍着点，老李头说第一次服用会有些痛。好。第二天一早，父亲的脸色就变好了许多。潇洒，我感觉腿好像没那么麻了。真的吗？爸，好像是有点感觉了。这药果然有效，爸，你安心在家养着，我去趟县城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做的生意。潇洒，你别太累了，家里有我和你妈呢。我知道，不过也不能光靠打猎，得想个长远的办法。说完，我便揣着钱再次来到了县城，然后在街上观察着情况。国营饭店的生意虽然很好，但是饭菜种类太少，而且需要饭票。既然物资匮乏，那我就提供物资。想着，我直接来到国营饭店，找到了李怀安。小同志，今天又有什么好货？李老板，我不是来卖货的。哦，那你是？我想跟李老板做笔生意。说来听听。李老板，你的饭店生意虽然好，但是菜品种类不多，很多稀罕的野味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你小子是想给我供货？对，我能保证货源，山里的野味，新鲜的，干净的。你一个年轻人能保证货源，这可不是小事。李老板，我既然敢说，就有这个本事。以前我都是零散卖，现在我想长期合作。长期合作，那可不是一锤子买卖，货源要稳定，质量要过关，最重要的是不能出问题。货源和质量这些我都能保证。至于问题，李老板指的是什么？野味这东西来路不明，公家查起来可不好办。李老板放心，我的货都是自己从山里打来的，没有偷盗抢劫，侦查起来我也能交代清楚。你小子胆子不小，黑市那些人可没你这么硬气，所以才来找李老板。黑市的价钱我看不上。好小子，有魄力，说吧。
你想怎么合作？你给我开个单子，需要什么野味，多少量，我按单子给你送货，价格比黑市高，比公价低就行。你倒是会算计。这样吧，你先给我弄一批野兔和野鸡，数量越多越好。价格：野兔1.5块一只，野鸡2块钱一只，票按比例给。3天内你能弄来多少？我尽量多弄。好，你小子别让我失望了。放心吧，李老板。从饭店出来，我直接回到了草屋。潇洒，你今天去县城怎么样了？妈，我找到了一条门路，以后家里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潇洒，你别太拼命了。爸，没事，李老板给我开了一批野兔野鸡的单子，3天内要交货。哥，那我们今晚有肉吃吗？有，等哥把这批货交了，以后天天有肉吃。说着，我便拿起柴刀准备再次进山。潇洒，天都快黑了，你还要进山？妈，时间紧迫，趁着晚上野物好抓。潇洒，你小心点。爸妈，你们放心。说完，我便直接来到了山里。等到次日一早，才拖着几只野兔和野鸡回到了草屋。潇洒，累坏了吧？快歇歇。妈，没事，我还要继续进山。接下来的2天，我白天在山里设陷阱，晚上则借着月光继续搜寻。等到第3天，草屋前的空地上就已经放满了野兔和野鸡。潇洒，这么多，怎么弄到县里去？我去找村长借个板车。村长知道我的来意后，二话没说就把村里的板车推给了我。爸，你在家等着，我一个人去就行。路上小心。放心吧。到了国营饭店，李怀安看到一板车的野味，眼睛都直了。好小子，真有你的！我还以为你最多弄了10几只，没想到你给我拉来一车。他当即让后厨的师傅挨个过了秤。野兔62只，野鸡38只，我给你凑个整，一共380块，50斤粮票，30尺布票，怎么样？行。小同志，以后有好货直接送来，我全收。好，李老板，以后我们的合作会更多。出来后，我先去了供销社买了50斤白面、20斤大米和1大块猪肉，然后便推板车重新回到了草屋里。潇洒，这都是你买的？对，妈，以后我们想吃什么就买什么。说着，我将耐达钱和票证都拿了出来。这么多钱？380块，妈，你收好。好啊，我们家有盼头了。吃完晚饭后，我在心里暗暗做了一个决定。爸妈，我有个想法。你说。我一个人打猎终究有限，但村里人也有很多人都懂得上山，只是他们没有门路把山货换成钱。潇洒，你的意思是？我想在村里开个收货点，就在我们旁边的牛棚，村民们打来的野味、挖到的草药我都收，然后再统一送到县城给李老板赚个差价。这个办法好，这样你就不用每天都冒着危险进深山，也能让村里人多条活路。可是我们有那么多本钱收吗？万一收来了卖不掉怎么办？妈，你放心，李老板那边有多少要多少，至于本钱，这些足够了。好，我们都听你的。第2天一早，我把废弃的牛棚收拾了出来。然而就在这时，王建国和林翠花听到动静后也找了过来。哟，发大财了啊！这是想占了村里的牛棚，自己过好日子了。我没搭理他，继续干着手里的活。王潇洒，你耳朵聋了？跟你说话呢。这牛棚是村集体的，你们凭什么占？我跟村长说过了，租下来。租？你有钱吗？别是又偷了我们王家的钱吧？这时奶奶带着3叔也赶了过来。反了天了，占了村里的破草屋不算，现在还想占牛棚，你们一家是要把整个村子都霸占了吗？奶奶，我们已经分家了，我做什么跟你们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身上还流着王家的血，就一辈子都有关系。我告诉你，今天有我老婆子在，你们休想动这牛棚一下。说着他就想往牛棚里冲，我直接挡在了门口。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听说你昨天又去县城买了一堆东西，拿出来，见者有份。就是你们一家也吃不完，分我们一点怎么了？都是一家人，别做的那么绝。闻言我笑了笑，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张大团结，在他们面前晃了晃。你哪来这么多钱？卖山货挣的。这么多钱，王潇洒，你必须分我们1半，不，大半，我们是长辈。想要可以，先把欠我家的80块钱还了，还了钱我就考虑分你们一点。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敢提那80块钱？那是我们王家的钱。欠条上白纸黑字写着，你们想赖也赖不掉。现在既然还不起，那就给我滚远点。王潇洒，你别太嚣张。我就是这么嚣张，有本事你们也去挣，没本事就闭上你们的嘴。说完我不再理会他们，转身走进了牛棚里。明天开始我就在这里收山货，野鸡野兔、草药山菌，只要是山里的东西我都要，谁有本事谁就能来我这换钱换粮。第2天，我刚在牛棚里写上收山货的价格，就有几个村民围了过来。潇洒，你真收山货？收，只要是山里的东西我都要。可你这价格跟县城里差不多啊。我给的是实价，不坑人。那要是收了卖不掉怎么办？卖不掉是我的事，你们只管送货。这时一个老人背着个筐子走了过来。潇洒，我这有几只野鸡，还有些蘑菇，你看看。野鸡4只，蘑菇3斤，一共8块5。真是好孩子，这价格给的公道。
见状，其他村民也都带着山货赶了过来。没多久，牛棚前就排起了长队。哟，这王潇洒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收山货，别到时候收了一堆烂东西砸自己手里。村里人听着，他王潇洒一个白眼狼能有什么好心？他收你们的东西，指不定转手就卖个高价，你们可别被他骗了。王潇洒，你这是在搞投机倒把，你这是犯法的。我做的是正经生意，村长同意了，你有意见可以去找村长。你以为村长会一直护着你？你别得意太早。就是你个小兔崽子，你挣的钱就是我们王家的，你还想独吞不成？欠条上写的很清楚，80块钱，什么时候还清了，什么时候再说王家的事。你别拿着那张破纸吓唬人，有本事你现在就去要钱啊！钱我迟早会要回来，至于现在，请你们不要影响我做生意。就是老王家的，你们就别闹了，我们挣点钱不容易。就是啊，你们要是不想挣钱，就别挡着我们。好，到时候希望你们别后悔。说完，他们便转身离开了。3天后，我的牛棚里已经堆满了各种山货，我再次推着板车来到了县城。这么多山货，你这效率可真高。我开了个收货点，以后货源会更稳定。行，你这路子走对了，我按之前谈好的价格收，野鸡78只，野兔102只，还有各种蘑菇，加起来一共540块，100斤粮票，50尺布票。多谢李老板。不用谢，以后有任何需要尽管开口。好。出来后，我先去了老李头那里。你爹的腿恢复得不错，药性已经适应了，再过一阵子就可以尝试着下地走走了。真的，李大爷，谢谢您。谢什么？是你小子本事大。我笑了笑，转身离开了。爸，老李头说你的腿再过一阵子就能下地走走了。真的，我这腿真能好。能。爸，你安心养着，我今天回来还有个事要跟你们说。什么事？我们不能一直住在这草屋里，我现在挣了钱，想把属于我们的房子要回来。房子？潇洒，那房子是老二老三的，他们不会给的。他们不给我就去要，那房子是用你的抚恤金盖的，本来就是我们的。可是他们人多势众，万一又闹起来。妈，你放心，这次他们闹不起来。第2天，我拿着欠条，带着父母和妹妹再次来到了奶奶家。哟，这不是发财的王潇洒吗？怎么又来显摆了？你们来干什么？我们家不欢迎你们。奶奶，今天我们来是要把那80块钱要回来。什么80块钱？我没有。白纸黑字写着，上面还有村长的签字。你再赖账，我就把这欠条贴到村口去。你个小兔崽子，你真想逼死我啊！王潇洒，你别太过分了，我们家哪有钱给你？没钱也行，那就把你们用我爸的钱盖的房子还给我们一间。你做梦，那房子是我的。就是那房子是我们建国和建军的。我的话说得很清楚，要么还钱，要么还房，你们自己选。这是确实是老王家不地道。是啊，拿着大哥的救命钱盖新房，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不给，太黑心了。你个小畜生，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我只是要拿回属于我们家的东西。我告诉你，房子没有，钱更没有，有本事你就打死我。村长，各位叔伯婶子，今天这事你们也看到了，他们欠债不还，还想赖账。既然如此，明天我就去公社找领导问几个问题。第一，这80块抚恤金的去向。第二，我爸这腿是怎么伤的？当年有没有人故意为之？第三，他们霸占我爸的救命钱算不算犯罪？此话一出，王建国和王建军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大哥的腿是意外，是不是意外？去公社问问就知道了。老嫂子，钱你们一时半会也拿不出来。建国东边那间新房，就先让建山一家住进去吧。等你们什么时候把80块钱还了，他们什么时候再搬出来。不行，那是我儿子的婚房。那你就现在拿出80块钱来。奶奶顿时被噎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妈，不能让他们住进来。二叔，你这么怕我们住进去吗？我怕什么？我就是不乐意。不乐意也得乐意。今天这房子我们住定了。说完，转身看向了一旁的父母。爸妈，我们进去拿回我们的房间。王建山重重的点了点头。二叔三叔还想阻拦，却被村民们挡住了去路。当天晚上，我爸在新的床上辗转反侧。潇洒，这一切都好像在做梦一样。爸，这不是梦，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是啊，多亏了你，我的腿好像也真的有感觉了。老李头说了，只要坚持用药，肯定能好起来。不过说起来，我最近总想起采石场出事那天的事。想起什么了？以前脑子昏昏沉沉的，记不清，现在日子好了，精神也足了，有些事就慢慢想起来了。我记得石头掉下来之前，我好像听见有人在上面喊了一声，声音很熟悉，很像你二叔。二叔？我也记不清了，可能是我听错了。当时乱糟糟的，就听到轰隆一声，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看来我爸的腿伤或许真的不是意外。爸，别想了，快休息吧。好。第二天，我照常去牛棚收山货。到了中午，我故意放大声音对着我妈说道：“妈，采石场的李大爷托人带话说，他想起来了，当年我爸出事的时候，好像看到我二叔在山坡上面鬼鬼祟祟的。我下午就去公社找领导反映情况，这事要是查清楚了，说不定还能再赔一笔钱。”
真的？那可得赶紧去，不能让你爸白受这么多年的苦。话音刚落，我就听到隔壁院子里传来一阵杯盘摔碎的声音。玉儿上钩了。到了晚上，王建国果然敲响了我家的房门。潇洒，你出来，二叔有话跟你说。就在这说吧。你今天说要去公社，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这是关乎我爸的腿，我还能开玩笑？不能去。潇洒，你听二叔说，这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别再提了。咱们是一家人，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一家人？你们抢我爸救命钱的时候，怎么不说是一家人？二叔，你今天来到底是想说什么？你要是心里没鬼，为什么怕我去公社？我就是不想让外人看笑话。大哥的腿是个意外，你别听那个老李头胡说八道。是不是胡说八道？去公社一问便知。除非当年推下那块石头的人就是你。你别血口喷人。看你的反应，我应该是猜对了。潇洒，二叔求你了，你别去告我，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张春兰和王建山听到动静后也冲了出来。建国，你这是干什么？潇洒，怎么回事？大哥，我对不起你，当年的事是我做的，我不是人，我就是想让你受点轻伤，从采石队退下来，好让我顶你的位置。我没想到那块石头那么大，我真的没想到会把你砸成这样。你说什么？所以你为了一个采石队的位置，就害我爸成了残废？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潇洒，看在咱们是亲人的份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此时周围已经围满了村民，奶奶在王建军和林翠花的搀扶下也走了进来。你们在吵什么？建国，你跪着干什么？给我起来！妈，救我！潇洒他什么都知道了，他要去公社告我。王潇洒，你想干什么？他是你亲二叔，你还想把他送进大牢不成？奶奶，你一早就知道了，对不对？知道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要是不知道的话，会拿走我爸全部的抚恤金吗？你要是不知道的话，会心安理得的用这笔钱给你最疼爱的2个儿子盖新房。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我没法活了，孙子要逼死奶奶，儿子也要逼死亲妈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别演了，今天这笔账我们必须算清楚。我再问一遍，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妈，建国，潇洒说的是真的，你们……奶奶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来我没猜错，奶奶，你不仅是帮凶，你还是主谋。为了让你最疼的2儿子顶替我爸的位置，你就眼睁睁看着我爸变成残废，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你血口喷人，妈怎么可能做这种事？你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老嫂子，建国，这事可不是小事，故意伤人，那是要去公社蹲大牢的。大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饶了我吧。你看在咱们是亲兄弟的份上，你饶了我这一次。我要是去蹲大牢，你侄子侄女可怎么办啊？是啊，大哥，二哥他也是一时糊涂，咱们不能让外人看了笑话。现在知道是亲兄弟了，你们把我爸推倒在地的时候，你们抢我们野猪肉的时候，你们逼我们净身出户的时候，怎么不说咱们是亲兄弟？村长，这是没得商量，要么他们今天给我爸一个交代，要么我现在就去公社报案。你敢？王潇洒，你要是敢去公社，我就死在你家门口，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好啊，你现在就死，我倒要看看你死了，二叔能不能躲得过牢狱之灾。你老嫂子，事到如今你就认了吧。潇洒说的对，你们要给建山一个交代，不然这事捅到公社，谁都脸上无光，建国这辈子也毁了。闻言，奶奶顿时失去了所有力气，瘫软了下去。我的要求很简单，第一，当年我爸的抚恤金是80块，你们用这笔钱盖了2间新房，现在这2间房都必须还给我们家。那是我家的房子，凭什么给你们？就凭这房子是用我爸的腿换来的。第二，我爸这条腿治病要钱，养身体要钱，这么多年不能干活的损失也要钱，我不要多，再赔偿我们200块钱。200块，你怎么不去抢？我们哪有那么多钱？你这是要逼死我们？没钱就让二叔去公社说清楚，我想公社会给他一个公道的。最后一条，从今天起，我们大房和你们王家断绝所有关系。立下字据，请村长和各位乡亲们做个见证，从此以后婚丧嫁娶各不相干。潇洒，村长，只有这样，我们一家以后才能过上安生日子。你们是选房子和钱，还是选二叔去坐牢？我们给。很快，一份断亲书就签好了。随后，我又从王建国手里拿过另一间新房的钥匙，然后带着一家人走了进去。潇洒，妈不是在做梦吧？妈，这不是梦，这都是真的。以后我们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过日子了。潇洒，爸对不起你，让你受苦了。爸，我们是一家人，不说这些，你的腿最重要，先把腿养好。解决了家里的事情，我也松了一口气。第二天，我照常带着山货找到了李怀安。小同志，你可算来了，你上次送来的野味客人们都抢疯了。李老板，以后货会更多。小同志，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这路子很野，但光靠卖原材料发不了大财。李老板有话请直说。再过半个月，县里要开个物资交流会，到时候周围几个公社的领导都会来，这是个大场面，也是个好机会。我这个饭店也想在那天露露脸，我想推出几道新菜，别人都没有的硬菜，但是缺好的食材，也缺好的想法。李老板的意思是，你小子脑子活，胆子大，我想跟你合作，你帮我弄食材，出点子，这要是办成了，利润我分你30%。
李老板，你需要什么食材？我需要几味能做药膳的珍贵草药，比如年份足的人参或者何首乌。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一道能镇得住场面的大菜，一道谁都没见过的菜。草药的话，老李头那里或许有门路。至于那道大菜，李老板给我10天时间，10天后我给你答复。好小子，有魄力，我就等你10天。从饭店出来，我先去找到了老李头。你爹的腿怎么样了？好多了，已经能扶着墙走几步了。李大爷，我今天来是想跟您打听几味药材。说。年份足的人参，还有何首乌。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这可不是给你爹治腿用的。我想用它们做菜。暴殄天物。李大爷，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您老见多识广，知不知道去哪里能找到？断魂崖往东走50里，有个黑风口，那里偶尔能碰上些好东西。不过我劝你别去，那地方邪门得很。进去的人10个有9个都出不来。多谢李大爷指点。第二天，我吃完早饭后，直接拿上柴刀来到了黑风口，很快便找到了几株人参和何首乌。可就当我刚准备采摘的时候，一头体型硕大的野猪却突然冲了出来。这头野猪比上次那头更大，应该就是这黑风口的霸主了。随后我凭借上一次的经验，在它即将冲过来时，狠狠一刀砍向了野猪的脖颈。野猪抽搐几下后便再也没了动静。这次收获可真不小。将人参和何首乌收好后，我便拖着野猪直接去了国营饭店。好小子，你这速度可真快，这才几天又弄到这么大的货。李老板，这次不光有野猪，还有好东西。说着，我将人参和何首乌拿了出来。这是年份足的人参和何首乌，你小子从哪弄来的？黑风口。黑风口，你真敢去那地方？李老板，这些药材再加上这头野猪，够不够你做那几道硬菜？够，太够了！这人参和何首乌药性十足，配上野猪肉绝对是滋补上品。再用一些野鸡野兔做个药膳汤，这几道菜一出，绝对能镇住全场。不过你这食材是没问题了，那道能镇得住场面的大菜，你有什么想法？我想做一道全猪宴。全猪宴怎么个做法？就是把这头野猪从头到尾每个部位都做成一道独特的菜，比如猪头可以卤制，猪排可以烤，猪里脊可以爆炒，猪蹄可以炖汤，再配上这些药材，每道菜都有药膳的功效。妙啊，这想法绝了，既能体现野猪的珍贵，又能展现厨艺，而且我还能提供一些山里的特色菌类和野菜作为配菜。好，太好了，潇洒兄弟，你真是我的福星。这事要是办成了，利润我分你3成，这话算数。李老板，我信你。你先回去，我这就让后厨的人把野猪和药材处理好。这几天你再帮我多弄些野鸡野兔，还有那些山里的特色菌类和野菜，越多越好。没问题，3天后我把货送到。从国营饭店出来，我先去药铺给父亲抓了药，然后才回到了家里。潇洒，你可回来了，妈担心死了。妈，我没事，爸的药抓回来了，你快去给他熬上。潇洒，你又去山里了？爸，我弄到了些好东西，李老板那边要办的大场面，我得帮他准备食材。真好，咱们家现在顿顿有肉吃了，这都是潇洒的功劳。哥，我们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餐？很快，等哥把这次的活干完，咱们就吃大餐。接下来的3天，我白天在牛棚收山货，晚上则带着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一起进山。3天后，我再次推着几大板车的山货来到了县城国营饭店。小同志，你的效率可真高，这下我的食材是彻底不愁了。他当即吩咐后厨的人赶紧清点，野鸡野兔加起来100多只，各种菌子野菜也装了好几麻袋。好，非常好，这是你的钱和票。李老板，物资交流会什么时候开始？就后天，你可得给我盯着点，别出什么岔子。李老板放心，我会帮忙的。那感情好，有你在我这心里踏实多了。从饭店出来，我又找到了老李头。你爹的腿恢复得不错，已经能扶着拐杖走动了。这次的药方我再给你调整一下，药性温和些，重在调养。多谢李大爷。你小子也别光顾着给你爹治腿，你自己的身体也要注意。黑风口那种地方不是常人能去的。李大爷教训的是，过几天物资交流会，你爹的腿也能去外面走走了。到时候你带他去县城看看，也让他高兴高兴。好，我记下了。回到家里，我立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真的，我这腿真能去县城了。当然，老李头说了，你的腿恢复得很好，适当走动有好处。那我们一家人一起去，小草也去。好，这次物资交流会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帮李怀安一个忙，更是在县城立足、扩大影响力的绝佳机会。很快到了物资交流会当天，广场上早早就围满了人。李怀安看到我们一家，连忙迎了上来。潇洒兄弟，你可算来了，快来这边。我扶着父亲，带着母亲和小草走了过去。潇洒，这就是县城啊，真热闹。爸，您先坐着休息，我过去帮李老板。你来的正好，我正愁人手不够呢。李老板，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帮我招呼一下客人，介绍一下咱们饭店的特色菜，特别是那几道药膳。我点了点头，开始招呼客人。就在这时，几位领导突然走了过来，李怀安连忙迎了上去。各位领导，欢迎光临，我是国营饭店的李怀安。李老板，听说你们饭店这次推出了几道新菜，还有什么全猪宴，可是真的？回领导，
确有此事。我们这次特意请来了山里的能人，准备了几道独具特色的药膳和全猪宴，保证让各位领导满意。哦，山里的能人就是这位王潇洒同志，他不仅能从山里弄来稀罕的食材，更是这次全猪宴的创意者。你就是王潇洒？是的，领导。听说你年纪轻轻就很有本事，是骡子是马？今天就拉出来溜溜吧。领导放心，保证不让您失望。很快，国营饭店的后厨就把菜肴全都端上了桌，领导们见状全都赞不绝口。好啊，这全猪宴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李老板，你这次可是下了血本了，这都是王潇洒同志的功劳。小同志，你很有想法，这全猪宴不仅是菜，更是一种创意，一种对生活的热爱。领导过奖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味道也很好，鲜而不腻，滋补养生。李老板，你这国营饭店这次可是要火了，多谢领导夸奖。小同志，你这食材都是从哪里弄来的？还有这些药材可都是稀罕物啊。回领导，这些都是我从山里采来的，我还在村里开了个收货点，专门收村民的山货，再统一送到县城。收货点，你这想法很好啊，既解决了村民的销路问题，又增加了县城的物资供应，你这可是为人民服务啊。领导，我只是想让村民们能过上好日子。好，有志气，我记住你了。交流会结束后，李怀安高兴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潇洒兄弟，你真是我的贵人，这次多亏了你。李老板，我们是合作关系。合作？对，以后我们长期合作，我给你加1成利润，不，2成。以后你所有的山货我全收。多谢李老板。你小子别跟我客气。对了，领导对你的收货点很感兴趣，说不定过几天就会有人来找你。是吗？是啊，领导说了，你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好事，肯定会大力支持的。看来好日子真的要来了。回到村里，村长已经在我家门口等候多时了。潇洒，你可回来了。村长，你怎么在这？我这不是在等你吗？你小子这次可是给咱们村争光了。村长，您指的是？县里的领导都夸你了，特别是那个收货点，领导说是造福百姓的好事，说是要给我们村拨一笔款子，用来修缮牛棚，扩大收货点的规模。真的？当然是真的。领导还说，以后咱们村的商货可以直接跟县里的国营饭店对接，不用再担心销路了。太好了，村长，这下咱们村的日子可要好起来了。是啊，这都多亏了你小子。对了，领导还特意问了你家的情况，说让你好好干，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他。我记住了，村长。行了，你先回去休息吧，这事等回头开个会，咱们再详细商量。好。第二天，村长就把所有人都喊到了打鼓场上。今天叫大家来，是有一件大好事要宣布，县里来通知了。因为咱们村的王潇洒同志积极响应号召，搞活了咱们村的经济，为县里物资供应做出了贡献。领导决定要给咱们村拨款。拨款？真的假的？给多少啊？潇洒这孩子可真有出息。县里决定拨款100块，专门用来修缮牛棚，把潇洒那个山货收购点建成咱们村的正式收购站。以后大家伙打的山货、挖的草药都有了正经去处，再也不愁卖了。话音刚落，人群瞬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然而角落里的奶奶一家人脸色却无比难看。妈，你听听，这小兔崽子现在成英雄了，还拨款，那钱还不是进了他们家的口袋？奶奶没有说话，只是阴狠地盯住了我。会议一结束，村民们立刻围了上来。潇洒，你可真是咱们村的福星啊！是啊，潇洒，以后我们都跟你干。大家放心，收购站建好了，我保证大家的货都能卖出去，都能换成钱和粮票。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吉普车突然停在了村口。村长看到车上下来的人后，连忙迎了上去。刘主任，您怎么亲自来了？来看看我们县里的大功臣吗？哪位是王潇洒同志？领导，我就是。不错，年轻有为。小同志，你搞的这个收购点想法很好，这是县里批下来的100块钱，你拿着，先把地方弄好，以后你这里就是咱们县指定的山货供应点了。多谢领导。好好干，有什么困难直接来公社找我。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当天下午，我找了村里几个手脚麻利的年轻人，开始动工修缮牛棚。新收购站开张不到半天，山货就已经堆满了整个院子。潇洒真是好样的，跟着他干饿不着。可不是嘛，以前哪敢想山里的东西也能换来白面馒头。一个个都哑巴了，就眼睁睁看着那小畜生发财，把我们王家的脸都丢尽吗？妈，我们能怎么办？他现在有村长护着，县里领导都给他撑腰，我们要是再闹，就是跟公家对着干啊！是啊妈，我的腿现在还疼呢，可不敢再惹他了。没用的东西，硬的不行，就不能来点阴的吗？妈，您的意思是？他不是收山货吗？山货那东西吃坏了，人可是要出大事的，到时候别说是领导，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住他。妈，
你这是要下毒啊？这可是犯法的。谁说要下毒了？山里那些蘑菇不是有很多长得差不多，但吃了能要人命的吗？你们去找一些混进去，神不知鬼不觉的，只要吃死1-2个人，他王潇洒就得去蹲大牢。妈，这糟糕啊！到时候他一出事，那收购站不就黄了？村里人还得骂他是个黑心肝的。这能行吗？万一被发现了，怕什么？你们偷偷摸摸的去，谁能看见？到时候就说是村民自己踩错了，跟他王潇洒没关系。但国营饭店那边肯定不敢再要他的货了，断了他的财路，我看他还怎么嚣张。好吧。第二天，王建军就背着背篓鬼鬼祟祟的上了山。下午，他就混在人群里，把1筐毒蘑菇卖给了收购站。我爸负责称重，并没有发现异常。然而到了晚上，我在将山货分类整理时，却发现了那筐毒蘑菇。这是山里人俗称的甲基油，有剧毒，吃下1小朵就能要了人的命。潇洒，怎么了？妈，有人想害我们。这时，我爸也拄着拐杖走了过来。这是甲基油，谁这么黑心？爸，你还记不记得今天这筐菌子是谁送来的？人太多了，我记不太清，好像是你三叔王建军。是他。好啊，真是我的好三叔。潇洒，你打算怎么办？要不我们直接去找他们对峙？不行，现在去找他们，他们肯定不会承认，说不定还会倒打一耙，说是我们自己弄错了，想了他们。那就这么算了，这可是要人命的事啊！爸，你放心，这笔账我一定会跟他们算清楚。说着，我把那些毒蘑菇全都挑了出来，用纸包好。爸妈，明天你们照常开门收货，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我出去一趟。第二天一早，我推着1板车的山货先去找到了牢里头。你小子又有什么事？李大爷，您给看看这个，这是甲基油，你从哪弄来的？我收上来的山货里混进来的。这是有人想害你啊！这东西要是吃进了肚子里，神仙也难救。李大爷，我想请您帮个忙。说。我想请您帮我出具一份证明，证明这蘑菇有毒。你小子是想抓人了？我只是想让害我的人付出代价。好，我这就给你写。很快，他便把1张证明递给了我。拿着吧，以后收东西自己也多长个心眼。谢谢李大爷。出来后，我推着板车又来到了国营饭店里。潇洒兄弟，货又来了，正好后厨都快断粮了。我把山货交给他，却没有急着收钱。李老板，跟你商量个事。你说。我想跟你演场戏。演戏？我把毒蘑菇的事情，还有我的计划都跟他说了一遍。这帮畜生心也太黑了。兄弟，你放心，这是我帮你，你说怎么演我就怎么演。当天下午，李怀安就带着2个公安来到了收购站。王建山，你们家是想害死人吗？我那么信任你们，你们竟然拿毒蘑菇来坑我！李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毒蘑菇？还装蒜！幸亏我们饭店的老师傅识货，不然今天就得出人命了。公安同志，就是他们卖给我有毒的山货，这是谋杀。谁是王潇洒？我是。你涉嫌销售有毒食品，跟我们走一趟吧。公安同志，搞错了，一定是搞错了，我儿子不会干这种事的。怎么回事？潇洒怎么会卖毒蘑菇？不可能吧，这孩子不是那样的人啊！看见了吧，我就说这小畜生没安好心，为了挣黑心钱，连人命都不顾了。公安同志，快把他抓起来，枪毙了才好。我冷冷地看着他们，没有说话，任由公安将我押上了车。然而车子刚一开出村口，李怀安就对我竖起了大拇指。潇洒兄弟，你这招可真够狠的，连我都差点信了。王潇洒同志，委屈你了，刘主任特意交代了，这事一定得配合你办好。麻烦几位同志了，鱼儿已经上钩了，现在就等他们自己露出马脚。与此同时，王家老宅里，奶奶一家人正在大摆庆功宴。妈，您这招真是太高了！现在那小畜生被抓走了，我看他们家还怎么翻身？就是等他被判了刑啊，收购站就是咱们的了。到时候咱们也学他，收山货卖到县里去。跟我斗，他还嫩了点，等他蹲进去了，他那2间新房也得乖乖给我们吐出来。妈，这是不会出什么岔子吧？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能出什么岔子？人证物证俱在。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明天咱们就去找张春兰那个丧门星，让他把房子和钱都交出来。然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此刻的我正和村长一起悄悄埋伏在他们家院子外面的草垛后面。村长，再等等。潇洒，你这法子也太险了，万一他们不上当怎么办？他们会的，他们现在一定以为我已经被关起来了，正是最得意忘形的时候。果然没过多久，王建军就从屋里走了出来，来到了我家门口。张春兰，快给老子开门！现在这个家该轮到我做主了。建军，你想干什么？潇洒他已经被抓走了。抓走了才好，省得我再动手。张春兰，我告诉你，王潇洒这辈子都别想出来了，投毒害人那是死罪。现在这个家还有那个收购站都该是我们王家的了。这时林翠花和王建国也搀扶着奶奶走了进来。大嫂，别怪我们不念旧情，要怪就怪你生了个黑心烂肝的儿子。识相的就赶紧把房契地契还有这些天挣的钱都交出来，我们还能让你和那个赔钱货有个地方睡。张春兰，你这个丧门星，现在知道我们王家的厉害了吧？我早就说过，跟我斗你们还嫩了点。妈，你们不能这样，这是潇洒的房子，钱也是他辛辛苦苦挣的。
他马上就是个死人了。死人的东西当然是我们活人的。大哥，你也别怪我，要怪就怪你那好儿子太嚣张。我只是往他的山货里加了点料，谁知道他那么蠢，直接就卖到国营饭店去了，这叫自作自受。这主意还是我出的，对付这种小白眼就得用这种法子。三叔、奶奶，你们就这么肯定我回不来了？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被公安抓走了吗？村长，你快看，这个杀人犯跑出来了，快去叫公安来抓他。他的话音未落，李怀安就带着那2个公安走了进来。公安同志，你们来的正好，这个犯人跑了，他跑了。谁是犯人？他就是他卖毒蘑菇，你们不是把他抓走了吗？抓走？我们只是请王潇洒同志配合我们演一场戏，没想到这么快就把你们这群真正的罪犯给调出来了。你说什么演戏？潇洒兄弟辛苦你了，要不是你这个计策，我们还真不知道人心能黑到这种地步。王建军，你还有什么话说？刚才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不可能，这不可能。王建军，你以为那点毒蘑菇我们认不出来吗？你真是好大的胆子！你们是串通好的？这是县里老中医开的证明，上面清清楚楚写着那种蘑菇剧毒无比。三叔，你刚才亲口承认是你往山货里加的料，主意还是奶奶出的，院子外面的乡亲们可都听得一清二楚。畜生啊！为了钱连亲侄子都害。还有那老钱婆，心也太毒了。潇洒，我错了，三叔错了，你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我也是被骂逼的。你。王建军，你涉嫌故意投毒，意图谋害他人性命，跟我们走一趟吧。大哥，你救救我，我们是亲兄弟啊！你看在妈的份上，你跟公安同志求情。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兄弟。奶奶，现在你还有什么话想说？王潇洒，你个天杀的畜生，你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我等着。很快公安就把奶奶一家全部带走了，我也带着爸妈回到屋子里关上了门。潇洒长大了，爸，以后这个家我来撑着。第2天，奶奶一家就被公社判了10年劳改。我的收货站慢慢走上了正轨，我爸的腿也已经可以自己慢慢行走了。这天，我刚把一批山货送到国营饭店，李怀安就拉住了我。潇洒兄弟，跟你说个事，县里供销社的张主任想见你。张主任，他找我有什么事？你那个收购站现在可是县里的香饽饽，不光咱们饭店，供销社那边也眼红着呢。张主任的意思是想跟你谈合作，把你的山货也放到供销社去卖。这可是个大好事，供销社的渠道可比饭店大多了。是啊，不过张主任那个人精明得很，你跟他谈的时候可得留个心眼。我明白，谢谢李老板提醒。下午，我按照地址来到了供销社主任办公室里。你就是王潇洒同志吧？果然是年轻有为啊！张主任过奖了，不知道您找我来是？小王同志，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你那个山货收购站办得很好，县里领导都很重视。现在县里有个想法，想把你的收购站正式收编，成为咱们供销社下属的一个采购点。收编？你别紧张，收编不是要把你的东西抢走，而是给你一个正式的名分，让你从一个村办的收购点变成咱们国家的正式单位。以后你就是采购点的主任，拿国家的工资，吃商品粮，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听起来确实不错。那张主任，收编之后这个采购点的盈利怎么算？既然是国家的单位，那盈利自然是要上交国家的。不过你放心，你的工资和奖金绝对少不了，而且以后采购的资金也都由供销社来出，你再也不用自己垫钱了。这话说的天花乱坠，其实就是想空手套白狼，把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渠道和生意一口吞下。张主任，这个收购站是我一手办起来的，从选址到渠道都是我自己的心血。现在您一句话就要收编，是不是太……小王同志，你这是什么话？你这是在质疑组织的决定吗？我告诉你，让你当这个主任是对你的信任和考验，你可不要不识抬举。现在外面多少人想捧这个铁饭碗都捧不上呢。张主任，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这个收购站我还想自己干，合作可以，收编不行。王潇洒，你想清楚了，没有供销社的支持，你那个小小的收购点走不远。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不用考虑了，我还有事，先走了。从供销社出来，我的心情有些沉重。真没想到，刚解决了家里的豺狼，又遇上了外面的虎豹。这个张主任显然是看上了我这块肥肉，想一口吞下。回到家里，我把这件事跟爸妈说了一遍。欺人太甚，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潇洒，那可是供销社的主任，咱们得罪了他，以后会不会有麻烦？妈，你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想吃下我的收购站，也得看他有没有那么好的牙口。果然，第2天几个工商管理人员就突然来到了我的收购站。谁是王潇洒？我们接到举报，说你这里涉嫌投机倒把，无证经营，现在我们要依法查封这里。几位同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儿子做的都是正经生意，怎么会是投机倒把？正经生意，谁给你们开的证明？你们有营业执照吗？
村里随便占个牛棚就敢开张收东西，这不是投机倒把是什么？说完，他身后的2个人拿着封条就要往门上贴。等一下，怎么你还想抗法不成？同志，你刚才说的话我有点不明白。你说我们无证经营，可这个收购站是县里刘主任亲自批示，拨款100块钱修建的。你说我们投机倒把，可我们收来的山货全都卖给了国营饭店，请问我们犯了哪条法？县领导支持你们，是让你们为人民服务，不是让你们钻空子给自己捞钱。少拿领导当挡箭牌。今天这个地方我们查封定了。我们收购山货，让村民们有了额外的收入，这是不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把山货卖给国营单位，丰富了县里的物资供应，这是不是为人民服务？倒是你一句话就要断了全村人的活路，你又是为谁服务？潇洒说的对，我们都靠着这个收购站换点钱粮呢。你们不能封了，我们去哪卖东西？反了，我看你们是想聚众闹事。王潇洒，我警告你，别以为有几个人给你撑腰就了不起，今天谁敢阻拦，我就把谁一起抓走。说着，他伸手就要来推我。就在这时，李怀安及时赶了过来。哟，刘科长，今天不在办公室里喝茶，怎么跑到我们村里耍官威来了？李老板，你怎么来了？我们是接到举报，来处理一起投机倒把的案子。刘科长，你这话可得说清楚。潇洒兄弟的这个收购站可是我们国营饭店的定点供应商，他卖给我的货怎么就成了投机倒把？难道我们国营饭店也是你的查处对象？李老板，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个收购站手续不全，有人举报。有人举报？谁举报的？是不是供销社的张主任啊？刘宇哆嗦了一下，没敢接话。潇洒兄弟，别怕，有我在，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的供货商。说着，他又转头看向了刘宇。刘科长，我劝你一句，做事之前先打听清楚，这个收购站不光我知道，县里的刘主任也知道。前几天的物资交流会，刘主任还当着所有人的面夸奖潇洒兄弟是年轻有为的人才。你今天要是把这个封条贴上去，明天你头上的帽子还在不在，可就不好说了。李老板，这都是误会，真的是误会，我们这就走。说完，他便带着人灰溜溜的离开了。怀安，今天真是多亏你了。婶子，你这话就见外了，我和潇洒是兄弟。说着，他把我拉到一旁，压低了声音。潇洒，这个张主任不是个善茬，今天他没得手，肯定还会有后招，你得早做准备。李老板，我明白，他想吞下我的收购站可没那么容易。光防着不行，你这个收购站虽然有刘主任口头支持，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你得想办法把它变成一个谁也动不了的铁饭碗。铁饭碗？对，把它从一个村办的收购点变成一个正式的单位，哪怕只是个集体所有制的牌子，那张主任想伸手也得掂量掂量。我明白了，多谢李老板。送走李怀安后，我对着爸妈说道：“爸妈，我得去一趟县里。”去县里干什么？找那个张主任算账？不，去找刘主任。第二天一早，我带着账本直接去了公社大院，找到了刘主任。是王潇洒同志啊，你找我有事？刘主任，有点事想跟您汇报一下。说吧，什么事？昨天工商的人去了我们村，说我的收购站是投机倒把，要查封。有这种事？谁带的队？一个姓刘的科长，不过他没得逞，被国营饭店的李老板给劝退了。胡闹！这个收购站是我亲自批示的，他们工商想干什么？主任，我觉得这事不怪那个刘科长，他也是奉命行事。是供销社的张主任，他想把我的收购站收编过去。我把张主任和我说的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岂有此理！这个张胖子肥肉吃多了，脑子也糊涂了，把国家的单位当成他自己的了。主任，我今天来找您不是来告状的，我是想请您给我指条明路。现在村里上百口人都指着这个收购站吃饭，我不能让他就这么黄了。但张主任那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怕他以后还会使别的绊子。你这个年轻人不错，有勇有谋，还不骄不躁。这样吧，你这个收购站不能再是村办的了，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回去跟村里商量一下，成立一个团结生产队山货采购合作社。合作社？对，性质是集体所有制，社员就是你们村的村民，你来当这个合作社的主任，我再以县里的名义给你们下发正式的文件和牌照。这样一来，你们就是受国家保护的正式单位，不再是无证经营的野路子。那个张胖子再想伸手，就不是个人恩怨，而是跟组织过不去了。刘主任，太谢谢您了。谢什么？你这也是为我们县里做贡献。不过合作社一旦成立起来，账目一定要清楚，盈利要公开，要真正做到为村民谋福利，不能把它变成你一个人的。主任您放心，我懂。你回去准备材料，申请报告我来批，3天之内我保证把文件给你送到村里去。好。回到村里，我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村长和父母。太好了，潇洒，你这可是给咱们村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啊！成立了合作社，咱们就再也不怕别人欺负了。潇洒，你真的长大了。我笑了笑，心里却在盘算着另一件事。张主任想断我的路，我不仅要把路走宽，还要让他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3天后，县里的文件和团结生产队山货采购合作社的牌子就被专人送到了村里，而我也被正式任命为合作社主任。合作社刘主任亲自批的，这个王潇洒
还真有点手段。主任，他一个毛头小子能有什么手段？肯定是那个李怀安在背后给他撑腰。李怀安，他一个开饭店的手再长，也伸不到我供销社的地盘上来。这个王潇洒断了我的财路，还让我丢了这么大的人，这笔账我迟早要跟他算。主任，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他不是要搞合作社吗？那我就让他的合作社开不下去。你去给我查他合作社的账，我就不信他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小子能把账做得天衣无缝。只要抓到一点纰漏，我就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好。第二天，王干事就带着人来到了合作社门口。谁是王潇洒？我就是。我们是县供销社纪律检查科的，接到群众举报，怀疑你们这个合作社账目不清，存在严重的投机倒把、贪污腐败问题。现在我们要对你们进行全面审查。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们合作社的账一清二楚，怎么会有问题？有没有问题不是你说了算，是我们查了才算。王潇洒，把你们合作社成立以来所有的账本、单据全部交出来。可以，爸，把账本拿给几位同志。王干事，这账好像没什么问题，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对得上，单据也都在。怎么可能没问题？再给我仔细查，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对，我就不信他没鬼。说着，他又拿起一本入库单据，指着一个村民的名字喊道：“李老四，你过来，这上面写着你前天卖了5只野鸡，合作社给了你10块钱，对不对？”对，没错。你确定是10块钱，不是9块5或者9块？就是10块。潇洒这孩子实诚，给的价钱公道，我们都信他。你再好好想想，要是敢撒谎做伪证，那可是要跟王潇洒一起去蹲大牢的。我没撒谎，就是10块，不信你可以问大家，潇洒给的价钱是不是村里最高的？是啊，潇洒给的价钱最公道。我们都信潇洒。反了，你们这是串通好了的。王潇洒，你行啊，把这些泥腿子都收买了。王干事，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我们合作社的账目清清楚楚，人证物证俱在，你想查我就让你查，但你要是想凭空捏造罪名，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好，你跟我横试吧，账目没问题，那经营范围呢？我问你，你们合作社有没有经营许可证？县里批给你们的是山货采购，你们凭什么还收草药？这是超范围经营，光这一条我就能让你们关门。草药也是山货的一种，我们卖给国营饭店做药膳，卖给牢里头当中药，这有什么问题？我说有问题就有问题，你这是在狡辩。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村口又开来了一辆车。请问这里是团结生产队山货采购合作社吗？是，请问您是？我姓钱，是省第1机械厂后勤处的，我找你们合作社的主任王潇洒同志。我就是王潇洒，钱主任，您找我。王潇洒同志，你好，我是听县里国营饭店的李怀安经理介绍来的。他说你们这里的山货品质好，种类多，我们厂里职工多，逢年过节想给大家发点福利，所以想跟你们谈一笔大单。要是让省里的单位跟这小子搭上了线，那以后张主任还怎么拿捏他？这位同志，你可别被他骗了，这个合作社问题很大，我们正在审查，他卖的东西来路不明，搞不好还有毒呢。你是哪个单位的？县供销社纪律检查科的。纪律检查？你们供销社的手都伸到村办合作社来了，我倒是想问问，你们查出什么问题了？我们正在查。钱主任，您别误会，这位王干事是觉得我们给村民的价格太高，抢了他们供销社的生意，心里不痛快，所以来找茬。哦，还有这种事？我倒是想看看你们的账本。闻言，我直接把账本递了过去。钱主任翻看了几页后点了点头。账目清晰，价格公道，收购山货，让利于民，这不正是响应国家号召，搞活经济的好事吗？怎么到了你们供销社嘴里就成了问题？我们也是按规章制度办事。规章制度？哪个规章制度规定不许老百姓多挣钱了？王潇洒同志，你们这个合作社我看办得很好嘛，李经理没有推荐错人。说着，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采购清单。这是我们厂里初步拟定的单子，野猪肉500斤，野鸡300只，野兔500只，另外还有各种干菌、药材，你看看你们能不能供应？价格方面，我们绝对不会亏待你们。没问题，这些货我们半个月内就能给您备齐。好，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过几天我派人来跟你签正式合同。钱主任，你不能跟他签合同，他这个合作社根本就不合法。不合法？这块牌子是假的吗？牌子是真的，但他是钻了空子。王干事，这牌子是县里刘主任亲自批示，文件也是刘主任亲自签发的。你说我钻空子，意思是在说刘主任徇私舞弊了。听到了吗？是刘主任批的，你还有什么问题？没问题了，我们就是例行检查，既然没问题，那我们就先走了。说完，他便带着人灰溜溜的跑了。钱主任，今天多谢您了。谢什么？我只是说了句公道话，对付这种地头蛇，你就得比他更硬气。小王主任，你的为人我很欣赏，这笔生意交给你，我放心。您放心，保证误不了您的事。
送走钱主任，合作社的生意变得更加火爆，牛棚的院子很快就堆不下。爸，村长，我们得扩建了。扩建？这地方就这么大啊？牛棚后面不是还有一大片荒地吗？我们把它平整出来，再盖几间库房，一间用来放干货，一间用来放鲜货，还得弄个地窖，专门存那些容易坏的。盖房子可要不少钱啊！钱不是问题，钱主任的这笔单子要是做下来，我们就有足够的本钱了。不光要盖库房，我还要买辆拖拉机回来。拖拉机？那可是个大家伙。咱们村要是有了拖拉机，以后交公粮去县里可就方便多了。对，合作社做大了，光靠板车不行，有了拖拉机，我们就能把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去卖，也能从外面买回来更多的东西。都听你的。当天下午，我就带着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开始在牛棚后面的荒地上勘测丈量。与此同时，供销社里张主任听完王干事的汇报，气得把桌上的茶杯都摔了。废物，一群废物，让你去找茬，你倒好，反倒给他拉了笔大生意回来。主任，我也不知道省里会来人啊，那个王潇洒背后有刘主任撑腰，我实在是不敢硬来。刘主任又是刘主任，他一个管农业的，凭什么把手伸到我们供销社的地盘上来？他不是要扩建吗？不是要买拖拉机吗？好啊，我让他一样都办不成。说着，他又转头看向王干事：“你去跟县里砖窑厂和木材厂打个招呼，就说是我说的。谁要是敢卖一砖一瓦给团结村的合作社，就是跟我张某人过不去。”是主任。还有，拖拉机是专控物资，想买得有批条。你去跟农机站的站长说一声，让他把王潇洒的申请给我压下来。我倒要看看他没砖没瓦没车，拿什么去完成省里的订单。第二天，就在我准备去县里的砖窑厂拉砖时，王二牛却急忙找到了我。潇洒，出事了！二牛哥，怎么了？慢慢说。我今早想着先去砖窑厂和木材厂问问价，把定金交了。可是知道人家一听是咱们团结村的，头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说啥也不卖。不卖是嫌我们给的钱少吗？不是，我按县里最高的价格给的，他们都不要。砖窑厂的厂长偷偷跟我说，是供销社的张主任打了招呼，谁要是敢卖一砖一瓦给咱们，就是跟他过不去。又是那个姓张的，他这是要断了咱们村的活路啊！这个张主任手也伸得太长了，这明摆着是公报私仇。爸，村长，你们别急，他既然想玩阴的，那我就陪他玩到底。大家先回去，盖房子的事照旧，误不了，这事我来解决。回到合作社，张春兰一脸担忧地迎了上来。潇洒，我听二牛说了，我们这库房还盖得起来吗？省里厂子的订单可等不了人啊。妈，你放心，天无绝人之路，我就不信张主任能一手遮天。我得再去一趟县里。去县里干什么？找刘主任吗？刘主任那边肯定要去，但在这之前，我得先去见个人。说完，我带着合作社的公章和账本，直接来到县城，找到了李怀安。潇洒兄弟，你怎么来了？今天不是要动工盖库房吗？李老板，出事了！我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李怀安听完，顿时气愤不已。这个张胖子真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明着不行就来暗的。李老板，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请你帮我个忙。你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含糊。我想给省第一机械厂的钱主任打个电话。找钱主任？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张胖子的手再长也伸不到省里去。走，我办公室有电话，你现在就打。进了办公室，李怀安直接给钱主任拨去了电话。喂，您好，请问是钱主任吗？我是团结村山货采购合作社的王潇洒。是小王主任啊，我正想问你呢，合同我这边都拟好了，你们那边的货备的怎么样了？钱主任，货源没问题，但是我这边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可能会影响到交货的时间。什么麻烦？我们合作社规模小，库房不够用，想扩建，但是县里供销社的张主任不让我们买砖和木头，我们想买辆拖拉机提高运输效率，农机站也不给批条子。又是这个张主任，上次我就看他不对劲儿。小王，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因为你没答应他的条件，他故意给你使绊子？钱主任，您明察秋毫。岂有此理！一个县供销社的主任，竟然把国家的资源当成自己打击报复的工具。小王，你放心，这件事我管了。钱主任，我不是想让您为难，只是这批货对我们合作社，对我们整个村子都至关重要。要是没有建材和拖拉机，我们就算把货备齐了，也没地方放，更没法按时给您运过去。我明白，你等着，我马上处理。拖拉机是吧？你们要什么型号的？就最常见的东方红拖拉机就行。好，批条的事你不用管了，我直接跟省农机总站打招呼，让他们给你们县站下调拨令。至于建材，我给你个地址，是我们厂的定点供应商，你直接去找他们厂长，就说是我钱某人介绍的，价格保证给你最优惠的。钱主任，这太感谢您了。谢什么？我们是合作关系，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最多2天，拖拉机就能到你们县农机站。好，潇洒兄弟，你这步棋走得太妙了，我倒要看看张胖子还怎么嚣张。李老板，这次多亏了你，市里建材厂的地址还得麻烦你帮我写一下。没问题。拿到地址后，我又去了县公社大院，找到了刘主任。潇洒同志，你怎么来了？合作社的工作都走上正轨了吧？刘主任，托您的福，都挺好的，就是最近遇到点小问题，想跟您汇报一下。这个张胖子
胆子也太大了，竟然敢对省里的订单动心思。你做得对，对付这种人就不能手软。刘主任，我担心他以后还会在别的地方使坏。他没那个机会了，你放心，这件事我会亲自向县里反映。你先回去安心搞你的合作社，等我的消息。谢谢刘主任。回到村里，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父母和村长，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下午，农技站站长就开着一辆东方红拖拉机来到了我们村里。哎呀，是王主任吧？你看这是闹的，都是误会。省里文件今天早上刚到，我就立马给您把车送来了。您看看，全新的，一点毛病没有。拖拉机，咱们村真的有拖拉机了。潇洒可真有本事啊！这才几天功夫就把拖拉机给弄回来了。好啊，有了它，咱们村的日子就有盼头了。你说什么？拖拉机已经到团结村了，还是省农机总站特批的？是的，主任，农机站的站长亲自送过去的，还有市里的建材厂也给他们供货了。听说第一车砖今天晚上就能到。怎么会这样？那个王潇洒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主任，我听说是省第一机械厂的后勤处出面了。完了，全完了。与此同时，我已经开着拖拉机把红砖和木材带回了村子。半个月后，合作社的院墙就垒起来了，3间崭新的红砖大库房也已经封顶。潇洒，这墙盖得真气派，咱们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房子。叔，这只是开始，等咱们的货卖出去以后，家家户户都能盖上红砖房。潇洒，钱主任要的货都备齐了，你看什么时候送过去？我今天就去县里联系车，明天一早就出发。去省城路可不近，光靠咱们的拖拉机可不行。我明白，我这就去找县运输站租一辆大卡车。说完，我便开着拖拉机来到了县城的运输站里。同志你好，我想租一辆卡车。没车，一辆都没有。价格好商量，我们是团结村合作社的，要往省城送一批货，很急。我说了，没车就是没车，你赶紧走，别耽误我办公。同志，我们这批货是给省第一机械厂的，有正式合同，要是耽误了交货，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你少拿省里的厂子吓唬我，我这车都是有调度任务的，你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没车也变不出来。闻言我没多说废话，转身就走出了运输站，找到了李怀安。潇洒兄弟，看你这脸色，出事了。李老板，运输站那边不给车，我就知道张胖子不会善罢甘休。运输站的站长是他小舅子，叫周扒皮，出了名的雁过拔毛，更别说现在是张胖子授意的。那县里还有别的办法能弄到车吗？有倒是有，就是不好办。县粮食局和钢铁厂自己都有运输队，但他们的车一般不对外出租，更不想得罪供销社这帮人。李老板，你跟粮食局的人熟吗？粮食局的采购科长老赵跟我还算有点交情，不过他那个人无利不起早，带我去见见他。好，很快他便带着我来到了粮食局的办公室里。李老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这位是老赵，这是我兄弟王潇洒，团结村合作社的主任，年轻有为啊。久仰大名，王主任找我有什么事吗？赵科长，我想借你们一辆卡车用2天去省城送趟货。王主任，你这不是为难我吗？我们局里的车都是有任务的，可不敢随便往外借。再说了，这事要是让供销社的张主任知道了，我可不好交代啊。赵科长，我按市场价双倍付你租金，另外我们合作社给省机械厂备的货还多出来一些，有野猪肉，还有几株年份不错的山参，我想孝敬您和车队的兄弟们。王主任，你这不合规矩吧？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这也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给省里的工人同志们送福利，您这是帮我们完成任务，是为人民服务。这样吧，车可以借给你，但是租金的按3倍算，司机和油钱你们自己负责。至于你说的那些山货，就当是你这个合作社赞助给我们粮食系统的，我给你开个收据。没问题，多谢赵科长。潇洒兄弟，你可真是个人才，死的都能让你说成活的。非常时期只能用非常手段。李老板，今天多谢你了。跟我还客气什么？赶紧回去准备吧，路上也得小心，我怕张胖子还会在路上动手脚。我明白。第二天一早，一辆大卡车就开进了我们村，大家伙都过来帮忙，把货装上车。几十个年轻人齐声应道。没过多久，几百斤的野味和山货就全都搬到了车厢里。二牛哥，上车，我们出发。就在我们刚驶出村子，来到一段山路时，突然车身猛地一震，朝着一边歪了过去。不好，轮胎爆了！他猛打方向盘，好不容易才把车停在了路边。下车查看后，却发现右边的后轮外胎被划开了一道口子。二牛哥，你看这地上是哪个天煞的干的？这要是开快点，咱们就得翻到山沟里去。还能有谁？看来张胖子是不想让我们把这批货送到省城了。那现在怎么办？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备用轮胎也只有一个，换上了也跑不远啊。别急，他既然设了套，肯定还有后手。
我们等着就行。果然没过多久，远处就开来了一辆拖拉机，7、8个混混直接从车上跳了下来。哟，这不是团结村的王主任吗？怎么车坏了？要不要我们帮忙啊？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车祸我们看上了，识相的就把车和货都留下，人可以滚，不然的话，今天这山沟里就得多2具尸体。你们敢？这是犯法的。犯法？在这山沟里，老子说的话就是法。兄弟们，给我上，把他们2个给我废了！闻言，几个混混直接朝我们冲了过来。见状，我连忙从驾驶室里拿出了那把柴刀。怎么还想跟我们动手？你一个人打得过我们这么多人吗？你们可以试试。话音刚落，一个混混举着棍子就朝我的头砸了过来。我侧身躲过，手里的柴刀直接砍在了他的手腕上。还有谁想上来？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杀人是犯法的。你们刚才不是说在这里你们说的话就是法吗？大哥，不，爷爷，我们错了，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你饶了我们吧，我们再也不敢了。是谁让你们来的？是张主任，是他让我们来拦你的车，把你的货都抢了。他说事成之后给我们100块钱。他人呢？他就在前面的镇子上等消息。很好，带我们去找他。好。很快他就带着我们来到了镇上的一家小饭馆里。张主任看到我们后明显愣了一下。你们怎么来了？黄毛呢？他不是去？张主任，别来无恙啊！你的那些手下现在都在外面等着呢。王潇洒，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这里是镇上，你敢乱来，我马上就报警。报警？好啊，正好让公安同志来评评理，看看是你雇凶抢劫的罪名大，还是我正当防卫的责任大。说着，我把那颗沾着血的3棱钉扔在了桌子上。这个东西你应该不陌生吧？还有，你的那些手下可都招了，说是你指使他们干的。你胡说，我没有，是他们血口喷人。是不是血口喷人？去执法局一趟就知道了。不过我猜你现在应该不想去那个地方吧？张主任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主任，我只想安安稳稳的把货送到省城，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找我麻烦，今天这笔账我们必须算清楚。你想怎么样？第一，我这车祸因为你耽误了时间，车胎也坏了，这些损失你得赔。我赔，你要多少？不多，500块。500？你怎么不去抢？我就是在抢你啊！第二，你得给我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再也不找我们合作社的麻烦，不然的话，今天这事咱们就只能去执法局解决了。看来张主任是不愿意了。二牛哥，去镇上执法局，就说这里有抢劫犯。好了，别去，我写。很快，张主任就把500块钱和保证书都交给了我。张主任，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话，我们走。出来后，我们找了个修车铺补好了轮胎，终于在第2天中午顺利抵达了省第1机械厂。小王主任，你们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们路上出什么事了呢。钱主任，路上车出了点小毛病，耽误了点时间，没误了您的事吧？没有，来得正好，快让工人们把货卸下来。他清点完货物后，当场就把货款结给了我。小王，这次真是多亏了你，这是3000块货款，一点点。钱主任，不用点，我信得过您。对了，上次你说的那个张主任，我跟县里反映了，听说县里已经成立了调查组，专门去查他的问题了，估计他这个主任也当到头了。多行不义必自毙。说得好，小王，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以后你们合作社有什么好东西，尽管往我这送，我们厂全包了。那我就先谢谢钱主任了。潇洒，3000块，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咱们村这下可真要发了。二牛哥，这只是个开始，以后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回到村里，全村的人都迎了上来。发了，咱们村发了。潇洒，二牛说的真的假的？省城的单子成了。潇洒，款子结回来了。我点了点头，从怀里掏出用布包裹着的大团结递给了村长。这是多少？3000块，1分不少。3000块，老天爷，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潇洒，你真是咱们村的活菩萨。这钱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咱们合作社，是咱们全村人的。今天晚上就在这院子里开分红大会。到了晚上，全村老少都围在这个合作社的院子里。潇洒，你说吧，这钱怎么分？这笔钱要分成3份，第1份也是最大的1份，要作为合作社的本金。我们盖了库房，买了拖拉机，但以后生意要做大，还要买更多的设备，需要更多的本钱周转。闻言，村民们纷纷点了点头。第2份要拿出来给村里办几件实事。村里通往外面的路太烂了，一下雨就走不了人，得修。还有村里娃们上学的屋子也该翻新了，这笔钱就交给村长来办。潇洒，你真是好样的。最后1份才是咱们的分红，我算过了，刨去刚才说的2份，剩下的钱按照这次交货的工分，每家每户都能分到10块到30块不等。钱不多，但这是个开始，以后我们合作社的生意好了，分红只会越来越多。话音刚落，村民们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分红结束后，我爸才开口说道：潇洒，你把大部分钱都留给了合作社和村里，自己1分没拿，爸为你骄傲。就是咱们家现在不缺钱了，
能帮村里一把是好事。钱是好东西，但也是祸根。只有把全村人的利益都绑在合作社这辆车上，这辆车才能走得稳，走得远。第二天，修路队和盖学校的工程队就同时开了工，合作社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周围几个村镇的供销点也开始派人来我们这里订货。这天，我正在库房里清点货物，村长却急匆匆地跑了进来。潇洒，不好了，出事了！村长，慢慢说，出什么事了？县里来人了，说是要清查我们的合作社。张主任不是已经被调查了吗？不是他，是新来的，听说是从市里调下来的，叫赵光明，一来就点名要查我们，说我们合作社手续不全，账目有问题。话音刚落，一辆吉普车就停在了合作社门口。你就是王潇洒？我是，请问赵主任有什么事？我接到实名举报，说你们这个所谓的合作社是张胖子扶持起来的私人产业，账目混乱，存在严重的偷税漏税问题。现在我们要依法查封这里所有账目，货物全部带走审查。说着，他身后的人立刻就要上前贴封条。等一下，怎么还想故技重施，煽动村民抗法吗？我告诉你，我不是张胖子那个废物，今天谁敢拦我就抓谁。赵主任，我们合作社是刘主任亲自批示，县里有正式文件的。你说我们是张胖子的私人产业，证据呢？证据，我今天来就是来找证据的，给我封！你们不能封，这是我们全村人的活路。老东西，给我滚开！他身边一个人伸手就要来推我爸，我直接上前抓住了那个人的手腕，嘴巴放干净点！烦了你了，给我把他抓起来！就在这时，李怀安也及时赶了过来。赵主任，好大的官威啊！我这刚给饭店拉了批货回来，就听说我的供应商要被你查封了。李老板，这是我们供销系统内部的审查，跟你没关系吧？怎么没关系？王潇洒的合作社现在是我们国营饭店最大的供货商，他要是出了问题，我饭店的生意怎么办？再说了，我听说赵主任是从市商业局下来的，是又怎么样？不怎么样，就是我一个远房表哥，也在市商业局当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叫李建国，不知道赵主任认不认识？李副局长是你表哥？算不上，就是沾点清代典故。他前2天还跟我念叨，说市里有些干部拿着鸡毛当令箭，败坏风气。赵主任，你说这种人是不是该好好查一查？误会，都是误会。李老板，我也是刚来，不了解情况，听了小人的谗言。既然这个合作社是你们饭店的供应商，那肯定没问题。我们就是例行检查，走个过场。那今天就到这，我们先回去了。说完，他便带着人灰溜溜的离开了。李老板，今天多亏你了。这个赵光明我打听过了，他是张胖子老婆的亲弟弟，这次下来明摆着就是来报仇的。今天我只是暂时镇住了他，你得想个办法，一劳永逸。李老板，我明白，斩草要除根，这个赵光明留着始终是个祸害。送走李怀安，我把王建山和村长叫到了屋里。爸，村长，这个赵光明不会善罢甘休，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那我们怎么办？要不去找刘主任？刘主任能帮我们一次，帮不了我们一辈子，我们得靠自己。他不是想查账吗？那我就让他查个够。第二天，我带着所有的账本来到了县公社大院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里。你找谁？同志你好，我是团结村商货采购合作社的主任王潇洒，我来举报。举报？你举报谁？我举报我自己。我把所有账本都放在了他的桌子上。我们合作社从成立到现在，所有的账目都在这里。新来的供销社赵主任说我们账目有问题，是张胖子的余毒。我文化水平低，怕自己真的算错了账，给国家造成了损失，所以特地把账本送过来，请组织上帮我们审查审查，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问题。要是有，我甘愿受罚。小同志，你别激动，事情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你先把账本留下，回去等消息吧。从纪委出来，这事很快就在整个公社大院传开了。这个王潇洒真是个鬼机灵，赵光明想拿账目做文章，他倒好，直接把账本送到了纪委，来了个釜底抽薪。这下赵光明可就被动了。主任，那我们静观其变。这个赵光明屁股也不干净，让他蹦跶2天。王潇洒这小子不会让我失望的。果然，3天后纪委的调查结果就出来了。赵光明因为滥用职权、恶意构陷，背了个大处分。这天下午，我刚从县里回来，就看到赵光明黑着脸站在了合作社门口。王潇洒，你够狠！赵主任，彼此，我只是想安安稳稳做点生意，养家糊口，是你非要逼我。很好，你以为这样就算完了吗？我告诉你，游戏才刚刚开始。你那个合作社不是跟省机械厂有订单吗？我听说你们的货有一部分要用到一种特殊的包装箱。省机械厂的订单里确实有一批珍贵的干菌和药材，需要用特制的防潮木箱来包装，而这种木箱只有县里的木材加工厂能做。你想说什么？不巧，县木材加工厂的厂长是我党校的同学，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你的这批箱子他做不了。说着，他凑到我耳边，压低了声音：没有箱子你就交不了货，交不了货就是违约，到时候不光要赔一大笔钱，你们合作社的信誉也就全完了。王潇洒，我倒要看看这次还有谁能帮你。说完，他便一脸得意的离开了。潇洒，这可怎么办？没有箱子，省里的货交不了，咱们合作社就完了。那个赵光明心也太黑了，他这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爸，
妈，你们先别慌。说着，我转身走进屋里，在纸上迅速画了一个木箱的简易图纸。爸，你以前在采石场认不认识手艺好的老木匠？木匠，你要干什么？他不让木材厂给我们做，我们就自己做。我想起来了，村东头的孙老年以前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木匠，后来眼神不好了，就没再干了。好，我们去找他。很快，我们便来到了孙老年家。是剑山啊，你这腿好利索了。好多了，老哥哥，今天来是有点事想求你。孙大爷，您看看这个箱子，您能做吗？这箱子要做防潮的吧？接口的地方还得用毛榫，一般人可做不来。孙大爷，我们时间紧，任务重，只要您肯出山，价钱您随便开。我这把老骨头不图钱，就是手艺痒痒了。不过做这箱子得用油松木，那木头自带油性，防潮最好。县里的木材厂可不好弄到。木头的事您不用操心，我来解决。您就说需要多少人手？5个手脚麻利的年轻人就行，我带着他们3天，保证给你把箱子赶出来。好，一言为定。从孙老年家出来后，我直接回了合作社。二牛哥，你叫上村里最能干的10个小伙子，带上斧头和锯子，跟我进山。进山干啥？伐木。我带着人直接来到了黑风口的那片油松林里。就是这种树，树皮发红，松针又短又硬，都看准了，别砍错了。好了，10几个年轻人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2天时间，我们就把足够做100个箱子的油松木运回了村里。好木头，真是好木头，你们放心，剩下就交给我了。又过了2天，就在最后一个箱子即将完工的时候，赵光明再次来到了合作社门口。当他看到院子里的木箱时，整个人都僵住了。这些箱子是哪来的？赵主任来的正好，我们自己做的，您给验收验收。不可能，你们从哪弄来的油松木？木材厂明明。赵主任，你好像忘了，我这个合作社收的就是山货，这大山里的东西，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供销社主任来管了？你别得意，就算你做出了箱子又怎么样？没有运输站的车，我看你怎么把货运到省城去？这就不劳赵主任操心了，我们合作社自己的拖拉机加上粮食局支援的卡车足够了。粮食局老赵他敢？你可能还不知道，你那个小舅子周扒皮因为故意刁难省重点合作单位，已经被停职调查了。还有你那个同学木材厂的厂长，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写检查。下一个又会是谁呢？闻言，赵光明踉跄着后退了2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赵主任，我还是那句话，我只想安安稳稳做生意，你别逼我。王潇洒，我们走着瞧。说完，他便灰溜溜地逃走了。第2天，我和王二牛顺利把货送到了省第1机械厂。小王，你真是次次都给我惊喜啊！我还担心你这次要误事，没想到你连箱子都自己解决了。钱主任放心，答应您的事，砸锅卖铁也得办到。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对了，那个赵光明的事儿，县里已经有结果了，滥用职权，公报私仇，性质很恶劣，已经被撤职查办了。他这是罪有应得。钱主任笑了笑，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小王，看看这个，这是一份长期供货合同，而且采购的清单上除了山货，还多了粮食、棉花，还有生铁。没错，我们厂里几千口人要吃饭穿衣，生产车间也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以前这些都是靠省里调拨，手续麻烦，还经常断供。我跟厂领导商量过了，想把一部分采购任务交给你们合作社。山货我们没问题，但这粮食和生铁可都是国家管控的物资，我们一个村办合作社哪有渠道弄到这些？渠道的事我来帮你想办法。我有个老战友在邻省的农业厅当领导，他们那边是产粮大省，每年都有不少超产的粮食可以内部调剂。至于生铁，我知道有几个地方小铁厂，计划外的产量也不少。关键是你敢不敢接这个活？这活我接了。我就知道你小子有这个胆魄，你回去准备，我这边帮你联系。不过我得提醒你，做这生意光有胆子不行，还得有脑子，更得有实力。尤其是运输几百斤山货和几十吨粮食，那可不是一个概念。我明白。从省城回来，我把新合同的事跟村长和我爸一说，2个人都被吓到了。潇洒，你这是疯了！倒卖粮食，那可是要杀头的啊！是啊，潇洒，咱们现在日子好好的，犯不着去冒这个险。爸，村长，富贵险中求，我们总不能一辈子守着这大山，卖点蘑菇木耳过日子。现在机会就在眼前，抓住了咱们团结村就能一步登天，抓不住我们也没什么损失。接着我又把钱主任的计划跟他们详细说了一遍。钱主任已经铺好了路，我们不是投机倒把，是响应国家号召，进行地区间的物资调剂，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手续上钱主任会帮我们办妥。话是这么说，可这毕竟不是小事，几十吨的粮食，咱们怎么运回来？买车，买我们自己的大卡车。这是这次的货款，加上合作社账上的钱，足够我们买一辆解放卡车了。有了自己的车队，以后不管是运山货还是运粮食，都不用再看别人脸色。好，潇洒，爸听你的，咱们就干他一场大的。干了，大不了我这把老骨头陪你一起去蹲大牢。好，买车需要指标，我现在就去找刘主任。王潇洒，你小子的胆子比天还大。刘主任，我是来请您支持我们农村经济建设的。你
真是个鬼灵精。行了，不就是一台解放卡车的指标吗？这事我给你特批了。不过我可告诉你，这事要是出了岔子，谁也保不住你。您放心，保证出不了岔子。拿着刘主任批的条子，我立刻赶往市里的汽车制造厂。半个月后，一辆崭新的解放卡车就开进了村里。卡车，咱们村有自己的大卡车了。潇洒真是神啊，就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就在这时，钱主任的电话也打到了村委会。小王，邻省那边联系好了，第一批50吨大米，价格也谈妥了，你什么时候能去拉？钱主任，我们随时可以出发。好，我把地址和联系人发给你，记住这事儿一定要低调，速去速回。我明白。挂了电话，我立刻召集了合作社的核心成员。二牛哥，你挑10个最可靠的兄弟跟我去邻省拉粮食。爸，村长，家里的事就交给你们了。记住，我们出去的这段时间，合作社照常收获，但不管谁问起，都说我去省城送货了。潇洒，路上千万要小心。放心吧。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带着车队悄悄驶出了村子。3天后，卡车就行驶在了通往邻省的土路上。潇洒，这路也太颠了，咱们真能找到地方？钱主任给的地址很清楚，就在前面那个叫红豆镇的国营粮站。我这心里怎么老是七上八下的？50吨粮食，那得装多少车啊？咱们这一辆车当然不够，钱主任都安排好了，粮站有车队。车子又开了1个多小时，一个破旧的大院终于出现在眼前。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团结村合作社的，来拉粮食。请问马主任在吗？我就是马金山，你们就是钱主任介绍来的人？对，我叫王潇洒。闻言，他直接把我们带到了办公室里。钱主任的面子我不能不给，但是你们知道我这里的规矩吗？马主任，我们是来办正事的。50吨大米，数量可不小，你们想顺顺当当拉走，可没那么容易。马主任，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钱都准备好了。钱在我这里不是万能的，实话告诉你们，这粮站外面有个叫豹哥的人，凡是从我这里出去的大宗货物，都得先给他交一份过路钱。过路钱？对，你们不把它摆平，别说50吨，就是50斤大米，你们也运不出红豆镇。要多少？200块，1分不能少。什么？这不是抢钱吗？你们也可以不给，不过到时候车被砸了，人被打伤了，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马主任，我们是省机械厂介绍来的，这批粮食是给厂里工人的福利，要是出了差错，不光是我们，恐怕你也不好跟钱主任交代吧。少拿钱主任压我，天高皇帝远，他管不到我这。我只告诉你们，想拉粮就得先见豹哥。好，他在哪？镇东头的茶馆，你们去了就知道了。潇洒，这不就是地头蛇吗？咱们直接开车去拉粮，我看谁敢拦。二牛哥，强龙不压地头蛇，我们是来求财的，不是来结仇的。走，去会会那个豹哥。到了镇东头的茶馆里，豹哥身边围着7、8个混混，我跟王二牛直接走了上去。马金山让你们来的。豹哥，我们是团结村合作社的，想在你这讨个方便。200块，拿来。豹哥，我们是小本生意，200块实在是太多了。你跟谁俩呢？豹哥说200就是200，少1分钱。今天你们就别想站着走出这个门。豹哥，钱我们可以给，不过我有个条件。哦，说来听听。这批粮食对我们很重要，路上不能出任何差错。这200块钱我先付100，等我们把粮食安全装车上再付剩下的100。而且我需要你派2个人帮我们看着装车，省得有些不开眼的人来捣乱。有意思，你小子胆子不小啊，还敢跟我谈条件？我们是来交朋友的，不是来当冤大头的。豹哥，你在红豆镇是个人物，这点小忙应该不难吧？以后我们合作社的生意做大了，少不了要常来麻烦你。咱们把关系处好了，对谁都有好处。你小子叫什么？王潇洒。好，我记住你了，就按你说的办。阿黄，你带2个人跟王老板去粮站，记住给我客气点。是，豹哥。从茶馆出来，王二牛终于松了一口气。潇洒，你刚才吓死我了，我还以为非得打一架不可。能用钱解决的事就别动手，走回粮站。回到粮站，马金山看到跟在我们身后的阿黄3人，瞬间变了脸色。王老板，这是马主任，豹哥那边已经说好了，这是他派来帮忙的兄弟，咱们现在可以开始装车了吧？可以，当然可以。他立刻招呼粮站的工人们开始装车，我则给阿黄递上了1根烟。黄哥辛苦了。王老板客气了，以后在红豆镇有事直接报豹哥的名字，保证好事。一定一定。半天后，50吨大米终于装完，我也把剩下的100块钱交给了阿黄。王老板，敞亮，兄弟们先走了，祝你们一路顺风。送走阿黄，我再次找到了马金山。马主任，这是剩下的2款，你点点。王老板真是年轻有为，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那我就先谢谢马主任了，天色不早了，我们得连夜赶路，路上小心。
潇洒，总算是办妥了。回村以后，咱们可就是大功臣了。二牛哥，让后面的车跟紧点，别掉队。今天晚上我们不休息，连夜开回去。好。然而到了半夜，我们刚行驶到一处荒无人烟的山区时，远处就有2束车灯正不远不近的跟着我们。二牛哥，后面有车，可能是别的过路车吧？不对，这条路这么偏，半夜怎么会有车？而且他们一直保持着距离。话音刚落，后面的车突然加速拦在了我们前面，紧接着10几个人影从车上跳了下来，为首的正是豹哥。是他们，这帮王八蛋想干什么？王老板，别来无恙啊！这么急着走，也不跟哥哥我打声招呼。豹哥，你这是什么意思？过路钱我们已经交了。过路钱？那点钱只够我兄弟们喝顿酒。我今天来是想跟王老板你谈一笔更大的生意。什么生意？50吨大米，还有这几辆卡车全都留下，我让你们囫囵个的滚蛋，怎么样？我够意思吧？你想抢我们的粮，先从老子身上踩过去。就凭你们这10几个人还不够我兄弟们塞牙缝的。王潇洒，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货留下，人走。豹哥，你真要撕破脸？从你跟我谈条件的那一刻起，这脸就已经破了。在红豆镇还从来没人敢跟我谈条件，我今天就是想让你明白，谁才是这里的老大。看来今天这事是没法善了吗？算你聪明，兄弟们，给我上，手脚都利索点，别把车给我刮了。二牛哥，保护好车！我抄起驾驶室里的柴刀，紧紧握在手里。王二牛和兄弟们也纷纷拿起撬棍和铁扳手。怎么还想顽抗到底？王潇洒，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滚，我还能留你们一条狗命。二牛哥，还记得我们出发前说好的吗？记得。动手！话音刚落，王二牛猛地转动卡车侧面的机关，几麻袋石灰粉瞬间洒向了豹哥那群人。就在他们被迷住眼睛时，我直接朝着豹哥的手腕砍了下去。你敢赢我？跟你学的。说着，我直接一脚踹向了他的膝盖，然后将柴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让你的人都住手！都住手！豹哥，生意不是这么做的。王潇洒，算你狠，今天我认栽了。你划个道出来，怎么才能放了我？放了你，让你再找机会来弄死我吗？你到底想怎么样？杀了我你也跑不出这个省。我不想怎么样，只是想拿回点利息。你那辆卡车不错，我要了。你做梦，那是我吃饭的家伙。你也可以不给，不过你这只手恐怕也保不住了。我给。还有你们今天来的人，每个人给我留下一只手。二牛哥，潇洒，你说打断他们一只手，让他们长记性。王潇洒，你别太过分了。过分？你们刚才想把我们扔进山沟里的时候，怎么不说过分？动手！豹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下的胳膊被一根根打断。现在带着你的人滚！王潇洒，你等着，这事没完。我等着，下次再来就不是一只手那么简单了。滚！豹哥在一群混混的搀扶下，狼狈地逃走了。潇洒，就这么放他们走了？这不是放虎归山吗？他们现在就是一群断了爪牙的废物，翻不起什么浪了。倒是那个马金山，这笔账我们得好好跟他算算。我走到那辆被留下的卡车前，从车上找到了几桶汽油。二牛哥，把这车推到山沟里去。推下去？这车不要了。这车来路不明，我们不能要。一把火烧了，断了他们的念想。很快卡车就被推下了山崖，一团火从天而起。走，回红豆镇。还回去干什么？讨债。很快我们便再次赶回了红豆镇的国营粮站。王老板，你们怎么又回来了？马主任，昨晚睡得好吗？还好。你们的货出什么问题了吗？货没出问题，人出了点问题。豹哥说他很想你。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不明白？那我提醒你，昨晚豹哥带着人来抢我的货，说要把我们全都扔进山沟里。他还说这主意是你出的。他血口喷人。王老板，这跟我没关系啊，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是吗？那你敢不敢现在跟我去镇上找豹哥当面对质？马金山瞬间说不出话了。马主任，我们合作社是小本生意，挣的都是辛苦钱。你跟豹哥联手演这么一出戏，断我们的活路，这笔账你说该怎么算？王老板，我就是一时糊涂，我再也不敢了，求你高抬贵手，饶了我这一次吧。饶了你可以，不过我这趟出来，兄弟们担惊受怕，车也受了损，这些损失你得赔。赔？我赔？您说个数。不多，1000块。1000？我哪有那么多钱啊？没钱也行。我听说你这个粮站，除了计划内的粮食，自己还存了不少计划外的。你怎么知道？没钱就用粮食抵，1000块钱换30吨大米，这个价钱不亏吧？30吨不行，绝对不行！这要是被上面查到了，我是要掉脑袋的。是你自己把粮食交出来，还是我现在就去县里举报你私藏粮食、勾结地痞流氓、谋害合作伙伴？你自己选。我给。二牛哥，叫兄弟们来，再装30吨粮食。好了，很快卡车上就再次装满了大米。马主任，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合作。 5天后，我们带着80吨大米重新回到了村里。回来了，潇洒他们回来了。潇洒，路上还顺利吗？爸，放心吧，一切顺利。村长，
这是省机械厂结的第2批货款，还有这次多出来的30吨粮食，钱主任也一并结算了，一共8000块。8000块，大家伙都别愣着了，赶紧过来帮忙卸货，把粮食都搬到新库房里去。全村人一直忙到深夜，才把所有的粮食都入了库。这次拉回来的粮食50吨是给省机械厂的，剩下的30吨是我们自己的。我的想法是，除了留足咱们村1年的口粮，剩下的全部卖掉。卖给谁？李老板的国营饭店，还有粮食局的赵科长。现在城里经理白面有多紧俏，你们不是不知道。我们这批粮食不愁销路。潇洒，这事会不会太张扬了？爸，我们有省里钱主任给开的物资调剂证明，手续齐全，谁也说不出什么。还有这8000块钱，我打算拿出一部分再买2辆卡车，成立我们合作社自己的运输队。另外还要派人去邻省，跟马主任把关系维护好，把这条粮食的路子变成我们长期的生意。潇洒，还找那个姓马的，那孙子靠得住吗？现在他比谁都靠得住，他的把柄在我们手里，以后只会乖乖跟我们合作。二牛哥，这件事我想交给你去办。潇洒，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第2天天还没亮，我就拉着30吨大米直奔县城的国营饭店。潇洒兄弟，你这是把粮库给搬来了。李老板，这批米怎么样？好，太好了，有了这批米，我饭店下半年的口粮都不愁了。说吧，多少钱我全要了。我没跟他客气，直接报了价。李怀安当场就点了5000块钱给我。从饭店出来，我又拉着剩下的粮食去了县粮食局。王主任，你可算来了，你再不来，我这都要断炊了。赵科长，粮食给你送来了。好，报啊，王主任，以后你们合作社有多少粮食，我们粮食局就收多少，价格绝对好说。剩下的粮食很快就清点入库。赵科长又给我结了3000块的货款，揣着8000块钱，我直接开着车去了市里的汽车制造厂。当我又带着2辆卡车回到村里时，全村人都沸腾了。3辆，咱们村有3辆大卡车了。运输队今天就算正式成立了。二牛哥，你来当队长，以后跑邻省拉粮食、往省城送货的事都交给你了。给我挑20个机灵可靠的兄弟，专门跟车，工资按最高标准发，出了事我担着。潇洒，你放心，保证给你办得妥妥的。运输队成立后，我们跟邻省的生意彻底稳定了下来，合作社的账上钱越滚越多，村里的路也已经修好，孩子们也搬进了新的学堂里。这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对我爸妈说道：“爸妈，咱们盖新房吧。”盖新房？我们现在住的不是挺好吗？那2间房是拿回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盖的。我要给你们盖一栋全县最好的房子。好，盖。次日我就从市里请来了最好的施工队，在村头那片最开阔的地上开始动工。不到半年，一栋2层的红砖小楼就在村里最显眼的地方立了起来。搬家那天，我爸拄着拐杖在院子里站了很久很久。潇洒，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能住上这样的好房子。我笑了笑，上前把他的拐杖拿了下来。爸，你的腿在老李头的精心调养下已经彻底好了，你早就能自己走了。王建山试探着走了2步，眼泪直接流了下来。真好，真好啊！小草也开心的在新房子里跑来跑去。哥，我有自己的房间了。以后我们家小草还要去县里上最好的学。好。转眼就到了年关，我们一家人围在崭新的堂屋里，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潇洒，爸敬你一杯，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王家今天的好日子。爸，我们是一家人。我看着窗外飘扬的雪花，又看了看身边满脸幸福的家人。奶奶和三叔他们因为在劳改农场表现不好，刑期又被加了几年，这辈子恐怕都很难再出来了。至于张主任、赵光明那些人，也早就成了过眼云烟。李怀安的饭店开成了全县第一，钱主任的机械厂成了省里的标杆，我们的合作社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单位，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安稳的好日子真好。